下午的时候，摄政王派使者过来，让苏月瑶去趟摄政王府，说是查到刺杀他幕后的凶手。苏月瑶看到摄政王神情淡淡地坐在一把椅子上，前面不远处就是一个血红般的人。苏月瑶看到这里，又闻到浓浓的血腥味，顿时有些反胃。这摄政王不愧是一个狠人，一个女子看见这些都没有一丝的波澜，可见平常没少进这密牢里。王爷，苏月瑶行了一礼。苏女君，昨日刺杀让你受惊了，我回捉了一些黑衣人，从他们嘴里撬出来一些东西，又去派人把这个杀手组织给端了。这人就是杀手阁的阁主。一个杀手组织说没就没了？这杀手阁就建立在东离国的东边境上，是有人找到了他们，给了20万两白银，要你的命。我就值20万两银子。百里岩没有想到苏月瑶听到这个会是这个反应，正常的不应该是问是谁派人来杀他的吗？苏女君，你为何不问是谁要杀你？摄政王应该猜到是谁要杀我的，但是很有可能没有确切的证据。这杀手阁的阁主应该并不知道买凶人是谁，杀手组织应该是不能透露找他们的人是谁。苏女君这么懂这些杀手的习惯，哼，本王忘记了，苏女君也有一个侧君，也是杀手呢。王爷，我的郎君是何身份应该和这无关，您可以继续说了，到底是谁要杀我？据他招供，有一个口音是水源国的人下的单子，那个下单子的人，我的人找到他的时候，人已经死了，确是水源国的人。昨日刺杀苏女君的还有一批人手，这杀手阁的分阁接的单子，已经找到下单子的人，证实是灵月国的军后派的人。本王就用其中一人没死的消息炸了炸各国的使者，他们都不承认干过这事情。苏女君只有2个情况，一个是他们下手了，只是死活不承认，另一个就是他们国家的女皇派那2人找的杀手组织，如今只指了2个国家，但是花圣国应该也是参与的。3个国家一起找的杀手组织，我还就只值20万两。苏女君对这有意见吗？没意见，就是突然间觉得自己挺不值钱的，20万就派了那么多人刺杀我。苏女君如今想要如何？虽说没有确切证据，但是他们3国都出手刺杀苏女君你了。王爷不是想以我为饵吗？王爷可以直接把查到的证据和尸体交给灵月国和水源国，直接派兵收拾他们了。苏女君不生气。摄政王没有想到苏月瑶会这么平淡。我生气有用吗？如今我在东离国领土上，毕竟我也没有受伤不是吗？那些人本来也是心术不正，如果从头不动手的话，也不会被王爷抓住，被东离国灭了也不亏。东离国应该是忍他们很久了，苦于没有机会，如今我却被摄政王推到了火点上。这次算是本王对不住你，本王以个人名义答应你一件事情。如果我要求你在位期间绝不动凤鸾国，你会答应吗？会。本王并不喜欢发动战争，只是这3国的边境人员总是骚扰东离国边境百姓，百姓苦不堪言，所以本王才会如此。季华并不知道本王要做什么，所以还请苏女君不要迁怒他。苏月瑶有些不相信摄政王会是因为这个原因，还亲自答应自己的条件，并给韦继华说话。苏月瑶坐着马车回了四方馆，如今就等和韦继华成亲后离开东离国了。至于东离国对其他的3个国家出兵，也不关他的事。真想快点把这里的事情告一段落。东离国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一点他喜欢的地方。回到四方馆的苏月瑶简单和大皇子他们说了他和摄政王的谈话。七主，你亲眼见到那个嗜杀阁的阁主了吗？我没有看清楚他的长相，百里岩对他用了刑，血肉模糊的，我并不确定，而且我也不认识杀手阁的阁主。那是不是证明摄政王给七主的交代并不确定？不管真不真，确定不确定，借由此事，百里岩不久就会对3国动手。如今我们身处东离国，5日后就是我和韦继华成亲，之后我们就回凤鸾国吧。这后续的发展和我们没有关系。百里岩给了我一枚玉佩，以后凭此玉佩他会答应我一件事情，凤鸾国短时间他不会动兵，本次我们的目的也算是达到了。这里我不喜欢，我想早点回去。好，听七主的。易阳，
你先留下，屋里只剩下大皇子、星辰和崔义阳。七主是有事要和我说吗？我和韦继华成亲后就会准备要孩子，但是我并不想就给他一个人生。你和殿下这5日轮流来我的房里，随机给你们生孩子，看你们谁会中奖吧。如果要是能怀上双胎就更好了。七主，要是你这胎还是双生胎，会让凤都那些世家彻底疯了。等我们回到凤鸾国，会慢慢对那些世家动手，即使怀了双胎，他们最多送人，不会对我造成威胁。都听七主的。你们2个把我们要回去的行李准备好，本来还想要去海边看看呢，想来是没有机会了。七主如果真的想看，我们回去单独走一条路，翻越2座山会路过海边，我们可以安排一队人，让马车按照原定的路线行程走。我们去过海边后，坐船可以赶上他们。这样安全吗？那3国还虎视眈眈的要杀我呢。他们想来没有那个精力了。等七主和韦公子成婚后，摄政王应该就要派兵了。毕竟难得的机会，摄政王一定会抓好的。所以我们出行暗处带好人就没有问题。行，你来安排。好，我和义阳去安排一下。七主，让殿下陪着你。星辰说完，就和崔义阳一起离开了。七主啊，你之前还不承认自己喜欢看脸，你看看你选的这些个郎君，一个个的都很俊，我们确实该庆幸长了一张好皮囊。殿下不能这么说，我从遇到你们就没有见到长得难看的，但在日常相处中，你们的心性才是我最喜欢的。而且当初陛下要把你嫁给我时，可没有提前让我看过你的画像。当时要是殿下不好看了，我可是也要娶的。七主啊，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嫁给你，你还觉得委屈了？没有的事，我只是想要告诉你，我选你们不仅是因为好看，还有我看见你们的第一感觉，觉得你们心思好才决定的。七主说的真好，把我们所有人都夸了呢。我说的是实话，不说这些了，我都有些饿了呢，我们去用膳吧。好啊。2人去了膳食厅用了膳，又在院子里散了步。星辰他们呢？他们呀，都有些事情要忙，今晚是我陪着七主。大皇子把苏月瑶裹进毯子中，抱着她直接去了卧室后面的浴室里。等苏月瑶再次回到床上的时候，已经睡着了。大皇子把之前准备好的药丸喂到苏月瑶的嘴里，之后还上床躺下，搂着苏月瑶，亲了亲她的嘴唇。大皇子艳足般的看了苏月瑶好久，才搂着她慢慢入睡。翌日清晨，大皇子醒来时，苏月瑶还在睡。这时门口传来敲门声。公羊若愚恭敬地站在门口，当看到大皇子脖子处的红痕，有一瞬间的失神。他们昨晚这么……发生什么事情了？殿下，韦公子已经到了大厅。我知道了，让他等一会儿。七主还没有醒，让厨房准备好早膳。好的，殿下。七主醒了吗？有哪里不舒服吗？大皇子还是第一次用这药丸，不是很确定功效。昨晚又确实闹得有些狠了。我没事。七主，那个药丸这么神奇吗？真的一点都不疼？那以后有了这药丸，是不是可以放肆些？苏月瑶感受到大皇子炙热的眼神，总有股不是很好的感觉，有些凉凉的。七主，你还没有回答我呢。我回答什么？就那个药丸啊，我昨晚在你熟睡的时候喂了你一粒。往常的你在一起过后，总喊着腰疼，但是今日没有哎。之前因为这个药丸怕会助孕，所以苏月瑶就没有再吃过了。除了星辰知道药效，其他人一律是不知的。这个药丸有一丝缓解身体的功效。真的？七主，那是不是以后我们
可以试试其他的动作啦。你想都不要想，我要起来了。我们要快点穿衣服了，韦公子已经在等你了。他已经来了，那你不早说？哎，妻主别急，男子等女子是应该的。他要是这点耐心都没有，就不值得妻主娶他。苏月瑶和大皇子从内室出来，看到站在桌子旁边的公羊若愚。妻主，殿下，你怎么来了？是有事吗？这次咱们出行没有带下人，之前一直跟着你的天一他们都受伤了，这外面的下人都是暗卫，他们不太会伺候人，以后让几位侍军轮流在你身边侍奉你。这个没有必要吧？很有必要，你身边不能没有人。星辰和易阳要负责你的安全，陪在你身边的时间不多，我还要处理一些公务。这外面还有3个国家对妻主虎视眈眈的，你身边有熟悉的人贴身紧跟着，安全些。哦，那好吧，你们看着安排。妻主，用膳吧。哦，那个，公羊，我用膳不用布菜的，你们不是也见过我自己用膳吗？那妻主有需要再叫我。公羊若愚很规矩地站在了苏月瑶的身后，他突然有些不适应，有个人站在他的身后看着他吃饭怎么办？苏月瑶有点求助般地看向大皇子，但是大皇子直接对苏月瑶的求助视而不见。妻主最近身边不能离人，所以坚决不能心软。一旦妻主出事或者受伤，那种感觉他们都不想经历。这次出行，妻主只依赖他、星辰和易阳，他们3个又不能时时刻刻地待在他的身边，其他人他们也都考量过了。除了许明鹤脑子有些抽抽，其他人稳重又都对妻主忠心，这段时间陪在妻主的身边是最适合的了。大皇子他们在遇到他安全上的问题时，半分不会妥协，他也不能自私的要求，毕竟他也不想受伤受罪。等苏月瑶用过早膳，已经到4时。此时在大厅等待的韦继华整整等了1个时辰，但是他脸上没有丝毫的不耐烦，很规矩地坐在椅子上。苏月瑶到的时候有些不好意思，刚想说话，韦继华就出声了。苏女君可用过早膳了，是我来的有些早，国子监那边我们不用准时去的。我用过早膳了，我们出发吧。好的，我已经备了马车，母皇派了一队黑甲卫跟着，苏女君暗中可以派人的，母皇特批你的暗卫可以跟着你进入国子监。我知道了，是我自己去还是可以和郎君一起去呢？都可以的，使者要跟着，东离国的使者会和他进行交谈。那正好，公羊你们跟着去吧。好的，妻主。在下国子监祭酒，苏女君，您能来国子监来交流学识，我们已经万分感谢了。祭酒大人客气了，我今日前来就是和你们的学子交流交流，学问要互相探讨才会更进步的。哈哈，不愧是过了凤鸾国5个评比的苏女君。苏女君，在下是国子监监丞，很仰慕苏女君的画作，在下也派人从凤鸾国买回来一幅山水画作。多谢监丞的喜欢，我的画作就是偏意境多一些，技巧上和你们这些画师相比不值得一提。苏女君不用谦虚，您的画作在东离国也是出了名的，今日要不是瞒着国子监的学生，他们怕是直接上来就要求画了。我先领苏女君你们进去看看，苏女君要是有意见可以提出来。而这里主要学的却是国学方面，甚至他还听到有课堂在深度解析他写的《千字文》《三字经》2本书。苏女君写的《千字文》和《三字经》确实是一本好书，国子监如今要求每位学子入学前都要背会。这书可是传承1000年间的启蒙书籍，能不好吗？苏女君，今日是国子监诗书小考核之日，听说苏女君的诗词也是一绝，不如担任此次考核。祭酒大人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贵国的学识和考核规则与我国定有所不同，我不适合参与贵国的考核。不过既然是学习交流的机会，我倒是很乐意观摩。祭酒点了点头，对苏月瑶的谦逊表示赞赏。这位是凤鸾国的苏月瑶女君，是写出《三字经》和《千字文》的人。众多学子不敢相信的都看向苏月瑶，一部分是听说苏月瑶的事迹带着钦佩的眼神，甚至眼神中带着一丝爱慕之意，还有一部分人压根就不相信苏月瑶会有如此才学。大人，
这一个女子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才学啊？听说啊，苏女君的郎君个个不俗，是不是他们？这位公子，苏女君可是参加我国文人馆评比过的学子，她的才学、画作都是经过我国大儒和女皇陛下确认过的，并亲自下旨封为太女太傅。你上来就如此质疑她，是觉得凤鸾国的文人馆徇私了，还是我国陛下识人不清呢？我没有，我只是不相信一个女子会有这么好的才学。你不相信，就敢如此质疑苏女君？你可以问问摄政王之子，你们的小世子，他也是今年考入文人馆的学生，是亲自见证过苏女君评比的。本公子可以作证，苏女君每门学科都是真才实学，她所写的文学书籍都是凤鸾国以往从未出现过的。我不信，除非苏女君给我们比试一场，你要是赢了我们，我们就承认你的才学。你质疑我，就应该拿出证据证明我是抄袭，或者我找人代写的证据。还有，我凭什么要和你比呢？你是要代表着在场所有的学生和我比试？祭酒大人，你们国子监也不过如此，准备用这10几个学生对我一人。虽说我有把握赢了他们，但是这以多欺少的行为，我确实有些恶心呢。苏女君，是在下没有教好学生，望您恕罪。恕罪就不必了，我今日已经来过了，世子，我也算是完成了摄政王的要求，告辞。苏女君，您等等，这学生不知道您的事迹，所以才会质疑您。不管我之前如何，我今日前来也是以学子文人的身份进的国子监，你们这些国子监的学生都要以礼相待。你刚刚字里行间都是在说明我一个女子就不会有如此的文采。女子怎么了？按照你的想法，女子都应该待在后院享受男子的侍奉。你这么大的勇气，怎么不去找你们国家的女皇摄政王说道说道？我看这摄政王也应该待在后院，还管什么国家嘛？苏女君，您话说得重了些，陛下和摄政王岂是随意能够评说的？我说出去的话就会负责，是你们挑刺在先。摄政王可是提前告知我，今日要来你们国子监，是和你们交流学习。国子监没有得到消息吗？这学子不是你们安排的，想试试我的才学，又或者给我们凤鸾国一个下马威，让我们觉得不如你们。苏女君，既然如此，我的才学如何和你们东离国没有任何的关系。还有今日之后，请祭酒大人把《三字经》和《千字文》的文章从国子监教学中剔除。凭什么？就凭那是我写的。我苏月瑶把书公布出来，是想要天下所有的文人能读好书，能记得文人的风骨气节，读书明利，而不是让你们读着我写的书，在背后质疑诋毁我。我觉得恶心。以后我所写的任何书籍，包括字画，不会再流传到东离国一分。苏月瑶说完，直接离开了。祭酒和奸臣发现事情不可控制后，想拦着苏月瑶，但是都被大皇子和公羊若愚挡着了。祭酒、奸臣，母王是让你们和苏女君好好交流的，而不是让你们挑刺的。你们好好想想如何面对我母皇的怒火吧。两人直接吓得冷汗都出来了。光指苏月瑶说的不让他们读《三字经》和《千字文》这2本书，事情就已经很大了，他们要完了。苏女君，我不知道国子监他们会如此，让你受委屈了。不是你的错，这样也好。你来说说，事后你母皇的赔礼我要多少合适？文化交流，书籍自然流入，我不会多说什么。但是今日他们实在是过分，你们东离国以后要是学习我写的书籍，是不是要交银钱？你觉得我说多少合适？刚刚他们还以为七主很生气，没想到七主脑子想的是如何讹摄政王。是他们想的太复杂了，但是七主刚刚义正言辞的样子，听着是真的豪爽。七主，你还生气吗？没有什么生气不生气的，本身你们男子对女子有才学这事情都是有些偏见，很正常。但是刚刚那名学子直接上来就质疑我，正好给了我发火的机会，临走还能再讹上一笔，挺好的。这上赶着给机会，我不用岂不是可惜？苏女君，你当着我这面说出来，是不是不太好啊？你可以直接给你的母皇说出来，顺便说一句，谁叫你们国家的学子蠢，上赶着给我送钱呢？苏女君，还有几日你就要娶我了，我要是这么说了，我母王打我怎么办？那是你的事情，和我无关。
有时候欺负韦继华的感觉是真的挺爽的，他都要感谢这国子监了。进去一圈也大致了解他们学习模式，以后回凤鸾国也适当的调整一番，之后讹这笔钱用到改革上去，完美。多出门走走，心情能变好，看来是真的呀。大皇子和公羊若愚看着苏月瑶笑着如此开心，又看到韦继华一言难尽的神情，顿时觉得这韦公子是实惨呢。苏月瑶回到四方馆后，韦公子直接回了摄政王府。当天下午，摄政王就传了旨意，今日招待苏月瑶的国子监祭酒等所有的官员直接被罢了官职，甚至摄政王还查出来国子监个别官员贪赃枉法的事情。那名质疑苏月瑶的学子直接被打了30大板，被逐出了国子监。而韦继华听说也被摄政王训斥了，挨罚了，具体罚什么呢，并没有消息传出来。为此苏月瑶也很是好奇。摄政王又派使者来给苏月瑶商量文学典籍的事情，还有赔礼的问题。公羊若愚一个人搞定，千字文和三字经直接以20万两卖给了东离国，又额外赔偿他5万两银子。苏月瑶还算是满意，白送的银钱不要白不要啊。接下来的3天，苏月瑶都是在试婚服准备成亲的事情。唯一让苏月瑶失算的是，答应给大皇子和崔阳生孩子的事情，崔阳和大皇子晚上轮流了起来。他们甚至知道药丸的好处，晚上折腾的狠一些，苏月瑶第2日几乎就能恢复过来。这晚本该轮到大皇子，趁着大皇子沐浴的时候去了星辰的屋子。七主，你不是要给殿下他们生孩子吗？今日轮到谁了，要好好把握，明日你都要和韦公子成婚了。我不要。星辰，你那个药丸我不要吃了，我的腰要折了。七主当真不走？你这几晚都在陪殿下和易阳，已经5日都没和我亲近了。还是他的芊芊是最好的。七主，时至性也，我们身为男子，在房中让七主舒心，也是我们要做的。七主今日要留下来，殿下和易阳都各占你2个晚上了，我插个队可以不？但要是我插队让七主有孕了，他们怕是要哭了呢。星辰笑着看着苏月瑶离开，这时大皇子走了过来。七主呢？进了孙世勋的屋子。殿下，你和易阳对七主轻一点，你看都把七主吓得不愿意和你们留宿了。这要是回到凤都让主君知道了，我看你们2个都要挨罚。主君可是容不得我们折腾七主的。那个星辰，你提供的药丸为何效果那么好？大皇子有些尴尬。能不好吗？里面都是用了上好的滋补药和缓解身体不适的药材。如今这药丸，药老和远逸又调整了些，用的药材都是远逸存的好货。那有这么好的药丸，之前为什么不用？当初我嫁给七主的时候，也折腾过七主，为了缓解他的不适，喂他吃过。但是七主当时只和主君同房，吃了助孕果，最后七主有孕，也有了我的孩子，所以这个药丸才觉得有助孕的作用。毕竟里面也有助孕果的成分。七主刚生完孩子，身子缓过来了，要不是因为东离国这些事情，七主应该是要给远逸和远景生孩子的。怪不得呢。那个我会交代易阳对七主轻一点的。今日殿下怕是要被孙世军插队了呢。七主今日进了孙世军的屋子，那也是好事。这回去以后，他们要是还住在忘忧居里，也不是个长久的事情。你不等着看看七主会不会留宿？孙世军只要不是个傻的，这机会要是把握不住，我明日见了他也要罚他。哼！大皇子哼的一声离开了。星辰笑了笑，也准备回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他还要起来守夜呢。明日就是要娶韦继华的，免得有些人出来碍事。而这边进了屋子的苏月瑶更加社死了。孙一白大概没有想到苏月瑶会这么突然出现在他的屋里。七主，你，我怎么来了？孙一白意识到这话好像不对，又解释道：七主，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七主要我侍寝吗？那个我不是让你侍寝，我只是……苏月瑶不知道如何解释下自己的行为，也有些慌乱的不知道怎么说。孙一白此时缓了过来，看着苏月瑶背着身子缩在门边行为，下意识的想笑。一个女子来自己侍君的房间，
倒是比他还拘束啊。七主，我是你世君，你不必如此拘束。你是不是不想宿在主卧？是有一点这个原因的，但是你这儿没有软榻，那我还是回去休息吧。七主，我坐在椅子上休息就行。七主要是不嫌弃，去床上休息吧。你会休息不好的，我还是走吧。七主别走，你都这个时辰进了我的屋子，要是再离开了，那殿下他们要怎么看我？那个，我知道七主如今还没有喜欢上我，我不要求和七主在一起，但是七主你不要舍下我好吗？七主，求你今晚留下来，我是你的世君，此生不管你要不要我，我都只是你的人，也绝不背叛你。真是要死，他今晚就不应该进来。他要是留宿了，今晚即使什么都不做，明日其他人心里怎么想？要是他现在走掉了，真的是有些对不起孙一白呀。他确实真的只是想要好好的睡一觉，明天好和韦继华斗上一斗。去摄政王府接亲，他总觉得摄政王不会轻易的放过他。都是他的弑君了，迟早都是他的人，单纯的睡一晚，管其他的呢。我留下就是了，我有些累了，想睡觉了。七主睡吧，我守着你。你要不直接躺下睡觉吧，你看着我，我睡不着。七主，我可以上去。你们明天不是还要负责安全问题吗？早点休息。翌日，苏月瑶醒来的时候，感觉浑身舒畅，终于不是腰酸睡不醒的感觉了。而此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孙一白穿好衣衫后，立马去开门，发现殿下和南风站在门口。南风手里端着婚服。殿下，南世君，七主醒了吗？心里想着，昨晚不知道他们两个成事儿没有。殿下，七主已经醒了。七主休息得如何？大皇子脸上带着一丝打趣的笑意。很好。那就好。七主啊，先把婚服换上，等会儿回主卧梳洗打扮吧。我不想去韦继华了，要累死了。七主，没有反悔的机会了。听说为了今日你们俩人的成婚，摄政王为此还大赦天下，东离国百姓更是今年税收减免1成，外面的百姓可都在期待七主迎亲的。最后，苏月瑶上了轿子，去韦继华之前准备好的宅院里。宅子离四方馆不是很远，头3天是要苏月瑶陪着的，中间第2日要进宫谢恩，第3日要带着韦继华回摄政王府。他们预计在第4日离开东离国，所以这3日，星辰和许明鹤在安排去海边的事情。苏女婿准备好了吗？在下苏月瑶，风鸾国太女太傅，家中共有14个郎君，生育2女，从不打骂郎君，无不良嗜好，会尊重郎君，爱护郎君，给他们相对的自由，绝不约束他们，请各位公子手下留情。场面突然安静了，之前来迎娶的女子几乎都是高傲的让他们放行，这还是第一次上来自报家门，后院才14个郎君吗？还说得那么的好，听得他们都想嫁了。怪不得摄政王要送小世子去和亲呢，这哪是和亲呢？这给小世子找了一个顶顶好的妻主啊！苏女婿，你刚刚说的是真的？真的，韦公子嫁于我之后，我会真心待他。各位公子，不知还有什么想要考教的？苏女君，虽说你说的让我等心软了，但是该走的规矩还是要走的。什么规矩？请说。王爷为了让世子们嫁得好，都是要考验女子的人品学识。请各位出题吧。好在下面是出考题，作诗对对子他都能应付。各位公子，我可以进去了吗？到了他的房门，发现摄政王一人坐在门前的椅子上。王爷，你比本王预计到的时候早了许多。苏月瑶，本王也不为难你，季华跟着你回了凤鸾国，就是你的人了。本王给季华的人手，本王可以承诺，他们以后不会和东离国有任何关系，不会私自传递任何关于凤鸾国的消息。所以苏月瑶，你不准因为这些来冷落他，不然本王要是知道了，哼，绝不饶你。你的人都不传递消息了，你大概也不会知道。王爷，虽说你有爱护季华的心，在我看来并不多，两国之间牵扯的事情太多了。
我并不能因为你说的这句话就放下戒心。我唯一能答应你的是，我不会苛待他。苏月瑶呀，苏月瑶，你真的很对本王的胃口。要不你直接留在东离国吧，以后这东离国摄政王的位置就留给你，如何？不如何，而且你这个位置我才不稀罕呢。天天累得要死，管理国家，连娶的郎君都是有筹码的。这样的日子我过不得，我的目标就是躺平，待在家里让郎君伺候着。摄政王没有想到苏月瑶会说出这样的话，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劝他什么，因为这样的日子他也想过。王爷，你还想说什么？我可以进屋把季华接走了吗？哼，苏月瑶，你别忘了答应本王的，和季华生下孩子，本王会派人看着你吃下朱运果的。百里岩突然变脸，让苏月瑶有一点不明白，刚刚不是挺好的吗？怎么突然表现得这么强硬了，还逼着自己吃朱运果？虽说他已经打算给韦季华生孩子了，但是摄政王这么要求他，还是不爽的。叫你刚刚那么说，他想当摄政王的吗？他是被逼的呀，自己姐姐不问国事都让他搞定，他也想悠闲地待在后院。好了，吉时到了，苏女君进屋去吧。苏月瑶听到后不再和摄政王说什么，直接进了屋。到了喜堂，摄政王已经端坐在了上座了。随着喜公高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两人拜过之后，苏月瑶就去了婚房。真好，成功的嫁给妻主了。往后余生和他相伴，想来会很幸福的吧。你不去招待外面的客人吗？这么早就回来了？我母王让我早点回来侍奉你，让我们今晚多努力努力，最好一举夺女。苏月瑶被这直白的话给呛了一下，开始剧烈的咳嗽。你，妻主先喝点水。苏月瑶缓过来，刚想喝一口水，就听见韦继华又说道：妻主，你多吃些，今晚会有些累。一口水成功的喷了出来。韦继华，韦继华没有想到苏月瑶这么激动。妻主，我有没有说错？你给我闭嘴！我现在要按什么吃饭，不准说话。妻主，韦继华可怜兮兮地看着他，苏月瑶当作没有看见。女君，王爷让您吃了朱运果再安寝。你是不是要监督着我吃完再退下？奴不敢。苏月瑶把朱运果吃完，下人才退了下去。韦继华很是开心地看着苏月瑶。妻主，谢谢你。别，我这是和你母王做的交易，和你生孩子不亏，如果是个女娃，还能把这东离国收入囊中呢，想想还是很不错的。虽然有些不稳，但是呢，你不是在我的身边吗？继华呀，来日方长，等着3日过后，他觉得星辰再打他一顿，其实很合适。韦继华被苏月瑶的笑意吓得一颤，妻主此时是好可怕。来，我们就寝吧。随着衣服的滑落，室内温度越来越高。2个半时辰过后，苏月瑶瘫在床上一动不动。她刚刚没有太过分吧？她只是有些忍不住。就这样，苏月瑶直接睡到午时才缓缓转醒。什么时辰了？今日不是要进宫谢恩吗？我已经进宫谢过陛下了，妻主不用去了。他们可是闹到了天快亮的时候，早起谢恩的时辰，妻主根本就起不来。他兴奋的都没有睡着，他没有去谢恩，东离国人可怎么想呢？妻主，他们只以为是我的错，你别生气。妻主先穿衣服洗漱，用些饭菜吧，我们一会儿回趟四方馆。好啊，你要回去啊？我是侧君，主君在凤鸾国，我回去再进茶。但是殿下可是和主君平起平坐，我必须要进茶的。行，我们回去。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妻主是不是不喜欢我？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还好，只是觉得你很守规矩。妻主不喜欢这样的，世家公子的教养要彬彬有礼，而且东离国规矩森严，在照顾女子方面要求更多，甚至比凤鸾国还严。他母王每次还随意的加练，他只是习惯这样做了，但是妻主好像不喜欢，他要怎么办呢？
苏月瑶听到这里，第一反应想到的就是不知道谁昨夜那么折腾她的。韦继华看着苏月瑶面无表情的样子，心里有些发怵。七主，你喜欢我什么样？我改改好不好？你别不喜欢我。你不用如此的，你代表着东离国，我不会苛待你。我喜欢不喜欢你很重要吗？七主，你怎么这么说？我很羡慕你和主君殿下他们相处的情谊。即使我不是摄政王的儿子，你也是我见过一次后唯一想嫁的女君。我之前说得很明白，七主为何不信我？苏月瑶看着韦继华这样子，顿时心里有一丝的心软，而且她发现她和韦继华相处的时候，心里总想得多些。昨晚她的行为其实也没有太过分，但是她就是有股想发的火。既然她心软，就交给殿下他们来吧。韦继华被苏月瑶别有深意的眼神看得有些发冷，他有种感觉他要倒霉了。到了主厅，七主，要不让公羊和普世君陪你去休息会儿？那个，其实他……七主放心，我们有分寸的。先去和公羊、普世君去书房待会儿。好吧。苏月瑶看着大皇子让他安心的神情，听话的跟着两人离开了。韦继华一人站在中间。我很好奇，这韦策军干了什么让七主不喜？大概是我不得七主喜欢吧。七主的心思很好猜，而且七主其实有些倔强，即使心里喜欢我们，也不会过分依赖我们，更不是摆出刚刚的那委屈可怜的神情。这闺房的事情怎么说出来呀？今日他侍奉七主洗漱用膳，七主也没有表现出不满呢，他脑子要傻了。韦策军，我们在等你回话。之后韦继华把事情说了出来，昨晚的洞房说他多闹了七主一会儿。南风他们几个侍军听到这话，眼底带着羡慕。他本来和他们一样选侍军的，没想到有了个好母亲，直接后来居上，还和七主洞房了。七主甚至还吃了住院果，他们连和七主单纯睡在一起的机会都没有，气死了。李白还成功和七主宿在一处了一次，他们什么时候有机会啊？连平日缺根筋的许明鹤都明白。几人眼神更加不友善地看着韦继华了，这韦策军就是故意说给他们听的。韦继华本以为说出来了，众人就应该会和他一起分析分析七主为何要坑他，不相信他的真心，但是发现整个屋子的气氛更冷了，他们的眼神也更狠了。我没有其他意思，我只是表达事实，我真的没有对七主一丝不好的。哼！星辰冷喝一声：“殿下把流程走完吧，我一会儿和韦策军比划比划。”我也想，我也想，我也想。许明鹤、孙一白、南风同时出声道：“哎，这个倒是可以，切磋武艺嘛。我们多了解了解，以后更好知道谁的水准好照顾七主。想来韦策军也是想要配合的，对吗？”我非要配合吗？韦策军觉得呢？之后几人到了院子，韦继华简直单方面的被打，但是呢，大家统一没有打脸。而在另一边书房待着的苏月瑶心里有些心神不宁的，总感觉是不是过分了。七主啊，先喝点茶，你要相信殿下他们。你们看出来了？七主是想让殿下他们收拾韦策军吗？是有这想法，但是又不想那么做。韦策军，我能感觉到他是真心对七主的。七主，你是不是觉得你们两个掺杂了两国的国事，所以心里总有疑虑啊？特别是在娶了她之后。苏月瑶没有想到普安会这么一针见血地说出来，直接看向他。七主，您这么看着我，是觉得我说的不对？你怎么看出来的？很简单啊，七主看韦策军的眼神不同，会心软，会担心。七主这眼神在我们身上可都不曾出现过呢。只是说完，感觉自己心里闷闷的。他本身并没有期待过，不是吗？苏月瑶听到这话，陷入沉思。他心里是不是很期待韦继华真心实意的对他，而不是为了两国，为了那些所谓的规矩？普安，你不愧是常年巡查各地的御史，这观察能力可真强。公羊，你不也能看出来？不用夸我。七主啊，其实殿下让我们两个陪你，他已经看出来了，所以啊，不用担心。
你心里有顾虑，有殿下他们替你给拔了，韦策军受点皮肉之苦也是值得的。是啊，七主，其实你可以安心的接受韦策军对你的好，你身边有主君、殿下、星辰他们，一点都不用担心。我们要是对你有二心，他们几个怕是会弄死我们。苏月瑶正在沉思，听到公羊说的这话，嘴角微抽，下意识地说道：主君他们多温柔啊，才不会伤害你们。七主，他们的温柔只对你好吗？平日训我们的时候，要求我们的时候，那气场我都害怕。七主，你是不……公羊，你这话可过了。普安，你让公羊继续说，我倒是好奇他们平常怎么训你们的。七主，也没有怎么，最多立立规矩。我们身为士军，入府就是为了侍奉好你，我们也是心甘情愿的。男子入后院都是如此。七主，你不用在意。七主，最近我忙得好久没有和七主单独在一起了。七主，你都去了孙世军屋里，你什么时候来我屋里？那是个意外。七主，我也想要这意外。等回到凤鸾国，七主是不是还让我们住忘忧居？苏月瑶彻底不知道说什么了，她如今脑子一团的浆糊，不知道要如何。情感上，经历这些天，他们有真心护着她，她应该慢慢接受他们。但是思想上，接受了身边就15个男人了，她以后直接1个月1人2天，别休息了，她的腰要嘎了。七主，这次你又要和殿下、崔策军、韦策军他们生孩子，万一到时候又怀了双胎，这天下的云都要变色了。你再去郎君，我们可怎么办呢？这个事情你让我好好想想。我们来说说，殿下他们会把韦公子打一顿吗？公羊若愚和一直在旁边等着苏月瑶回答的普安，心里顿时都很是失落。想来是的，简单粗暴，星辰他的内力打在身上不会留下痕迹，而且还疼。之后他们应该会告诉韦策军七主的一些情况，让韦策军好好侍奉你。你为何猜得这么准？不行，我去偷偷看看去。七主，你不适合去。这后院殿下在训斥其他郎君如何侍奉你的时候，这你去了会尴尬呀。你们都这么互相了解对方的吗？是有些了解，同时也了解七主你。我们唯一的目标啊，就是侍奉好七主。哎呀，七主啊，别想太多，顺其自然就好。不管是谁都不会强迫你，甚至要求你什么的。那你们不觉得亏吗？这世上从来没有人无缘无故的对他人好的。但是你是我们的妻主，也是我们亲自选择要嫁的人，相伴一生的人，为何妻主会觉得嫁给你亏呢？妻主，你别这么低落，我们可是殿下特意安排陪你的，我和普安让你更不舒心了，我们2个怕也要挨上一顿了。你和普安不是很能说吗？御史2个字可是弹劾天、弹劾地、弹劾陛下的存在，你们2个会让陛下抓住机会？我看你们能把死人都给说活了。妻主别打趣我这御史刚上任，还没掌握窍门呢。普安应该可以达到妻主的要求。我可没那个本事把死人说活了，如果真那样了，我都成神仙了。哼，而且大部分我都是上折子，很少上朝，几乎也不怎么去弹劾天弹劾地的。最重要的是，如果要弹劾陛下，那可是公羊的事情。普安，你简直见不得我好吗？弹劾陛下，我还有命活吗？哎，有命没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可以以死明志，可以名垂史书啊。普安，你就是嫉妒我。妻主，你看普安站着年纪大，欺负我。我年纪大也没见你尊长，虽说我们都是士军，但是我可是第1个入府的。哼，说不过我就找妻主帮你，丢人。你那是没有银钱没地方住才搬进来的吧？我找妻主怎么了？我和妻主相差无几，没有年龄差。苏月瑶看着这2人斗嘴，脑子嗡嗡的。不对，他们不是安慰他的吗？怎么斗起来了？而且还带着人身攻击啊！哼，我不贪不污，没钱怎么了？不像你靠着家族，哼，可惜我啊，什么都没有。我有。你们2个彼此这么看不上的吗？哎呀，妻主啊，这个身为御史斗斗嘴很好啊，是不是啊，公羊？那你们每次都谁赢了？当然是我。是我。成功被带偏的苏月瑶。另一边，韦继华就没有这么愉快了，他感觉自己浑身都是疼的，
你们打也打了，能不能告诉我，妻主到底为何心情不好？妻主喜欢自在，你不能在他面前太守规矩，而且他不喜欢不熟悉的下人近身伺候。剩下妻主为何想要我们折腾你？这个原因你自己想。好了，今日你敬了茶，带着妻主回去吧。明日你和妻主回门之后，直接住到四方馆。后日我们直接离开东离国。殿下，我这个样子，你觉得我还有力气回去吗？他呼吸起来都是疼的，而且他们只说表面，妻主为何如此都没有告诉他，他倒是挨了一顿呢。想想他的心更疼了。此时被带偏的苏月瑶静静地看着公羊若愚和普安斗嘴。我怎么了？公羊每次都说不过我，哼，记得下次尊长先。我是不跟你计较，哪里是说不过你？你们两个说了这么久，不累吗？不累。不累。那你们继续，我继续听着。妻主，你刚还没有回答，什么时候来我屋子？我什么时候答应去你屋子了？但是你去了一白的屋子啊。那是意外。那意外为何不给我？苏月瑶刚想说什么的时候，从窗户口看到大皇子他们的身影，立马笑着直接出了书房。他的救星来了，只是他还没有靠近大皇子和星辰的时候，直接被许明鹤给抱住了。妻主，我都2天没见到你了，我好想你，还有你什么时候去我屋子？又来一个追问的，他那晚就不应该心软留到孙一白的屋子。妻主，你都宠幸一白了，你要不要考虑看看我？你给我闭嘴，我才没有宠幸一白呢，我去一白屋子那是意外。我也要意外，我26父亲说过，幸福要靠自己争取，妻主好不好嘛？妻主，你先放开我。妻主。这时南风走了上来，下一句又问道：妻主，你去不去我屋子？大皇子、星辰和崔阳3人静静地看着。殿下，星辰，你们2个不去救妻主啊？妻主貌似还不知道怎么办呢。易阳，你一个副统领，最近这语气能不能改改？我听着别扭。但是我觉得挺好的，这语气妻主很喜欢呢。星辰，我发现你最近很放心妻主呢。当然放心，他们也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妻主摆个脸，他们几人不乖乖的让路。再说妻主都把他们纳了进府，那晚留宿到孙世军的屋子，就应该想到这种情况。星辰，你是不是吃醋了才不帮妻主的？是有些，妻主本来陪我们的时间就不多，这一下子多出来5、6人，能不吃醋吗？没想到星辰你会说出这样的话呀。哼，你们难道不吃醋？大皇子和崔阳顿时心口一噎，他们多少也有些吃醋的。这时韦基华过来了，看到这个场面，士军们都在围着妻主说话，妻主脸色写满了不知所措。殿下他们3个有说有笑的看着，为何他们的画面总是那么的和谐，到了他那儿就是挨打，不公平。你们啊，让妻主自己想明白啊，都散开，围着妻主像什么样子？苏月瑶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带着一丝感激看了眼普安。长几岁的人就是不一样。殿下，你们就看着我被他们包围，你们不帮我。妻主，这可要靠你解决，我们不能干预你和他们接触的，难得不允许。哼！苏月瑶哼了一声，看到站在后面的韦继华，他不是被修理过了，能站着走应该问题不大。妻主，韦策勋我们帮你调教过了，等回到凤鸾国，你还是对他不满意再说。苏月瑶第一反应，调教等于挨打。妻主，时辰不早了，明日你要带着韦策军回门，今日你们还住到老宅子里去吧，明日直接回到四方馆，我们后日离开东离国。好，终于要离开了。马车上，苏月瑶和韦继华靠坐着。妻主，我被打得好疼啊，要不是星辰让我吃了一枚药丸，我都走不了路。星辰给你药丸了，那你就没事了。星辰出手的药丸都是绝品。妻主，你都不心疼我，今日我看到其他侧军即使围着你，你都没有生气。你怎么不说说你后来居上呢？你应该好好感谢有个好母亲。妻主，我真的好喜欢你，没有掺杂2国之间的事情。
这是我全部的家当，我母亲给的嫁妆，还有我身边人的生气，我都给妻主好不好？妻主相信我一次，就一次。看着眼前的盒子，这可是你将来去凤鸾国唯一的嫁地了。凤鸾国韦家也得知你是东离国摄政王之子的时候，就已经把你从韦家族谱划出去了。没关系，我只要妻主，只想和妻主待在一起。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对我有顾虑，连我们的洞房也是因为我母王，甚至是生孩子也是。我是有私心，我不拒绝，因为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你油盐不进，我也没有办法。两人一起回到宅子里，韦继华让下人退下，不再所谓的守着那些规矩。他也想和妻主单独的相处会儿。妻主以后有什么不满意的、不想的，要直说，我会改的。妻主不喜欢奴仆近身伺候，那就不要，我们亲自来，我还能多靠近妻主些。这宅子的奴仆，他们的行为动作我可指挥不了。哎，我母王手里的人犯一点错，不是挨板子就是发卖了。东离国被发卖的奴仆，不是烟花之地，就是女子军营。这里还有女子当兵啊？东离国的女子年满15岁都要从军2年，母王说这样是锻炼女子，让她们身体更好。女子军营要求不高，都是基本的训练。就是因为这个，才导致很多家族的女子从小也会习武，就是为了适应那2年的军营生活。所以妻主，这些奴仆他们很怕被发卖，不管是烟花之地还是女子军营，他们几乎没有一丝活路。苏月瑶听到后也没有说什么，这都是命，奴隶制度改变不了。但是不可否认，摄政王有很多政策感觉都很超前呢。女子不都是娇惯长大的吗？东离国的世家会同意女子送到军营？当然会同意。女子去军营呀，有单独的营帐，可以带2名陪侍，也就是简单的训练。如果女子表现好，还可以在军营任职。这女子身体好了，不就更能给家族生育下一代了吗？最重要的是，东离国的世家几乎被母王拆解得支离破碎。如果他们的女儿表现好，就有机会将来执掌兵权，多诱人的条件啊！好吧，你母王能当上摄政王不是没有原因的，人心玩得透透的。摄政王既然干了，他会轻易让他们接触兵权吗？这大饼画的是真好，他是不是回凤鸾国也先开始忽悠画大饼呢？记住，东离国有很多和凤鸾国不同的地方，妻主要是想摆脱世家的压迫，有很多方法可以试试我母王的手段，到时候我帮你。好，到时候就靠你了。两人到了摄政王府，屋里的人全部看向苏月瑶和韦继华。这就是凤鸾国的苏女君，真是一个美人呢，怪不得小世子非你不嫁呢。但是这规矩不太好呢，这个时辰才回来，不知道是对母王有意见，还是鸾凤国的教养就这样。哎，我听说苏女君之前没有到成亲前名声不是很好呢。继华呀，这里环境这么不好，臭烘烘的，很恶心，要不我们去院子里走走？你什么意思？说谁臭呢？我可是全丞相之女。谁说话就是谁呗。你是丞相之女，丞相官拜一品，我靠我自己就已经在凤鸾国当上了一品太女太傅。你有一个好的父亲，应该好好享受才是。还有，我得罪你了，上赶着讽刺我。你们鸾凤国不如我们东离国，你有官职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来东离国是摄政王亲自下的国书请我来的，还为此和凤鸾国签订了和平条约呢。凤鸾国不如你们，你们别和我签呢。这位女君能力比摄政王都大了吗？都能决定这事情了啊！我一个凤鸾国来的人，就应该被你们随意的开玩笑，甚至拿我的母国说事。我简直是伤心极了，我更是不配坐在这儿呢。再说了，今日是我和继华回门的日子，可我应该是继华兄长的妻主，如此看不上我们，那我现在就带着继华回去收拾行李，离开东离吧。薛姐姐，不能让他离开，不然午膳母王知道了，我们就完了。第4排的女子站起身来，是他执意要走，关我们什么事？我们只是开了一些玩笑而已。苏女君自己当真了，连小世子都不劝着，哼，与我们何干？他父亲可是当朝丞相，是摄政王的拥护者，
摄政王还能为了一个凤鸾国的人处置他不成？这事情摄政王不会怪全女军，但是会怪他们呀。苏月瑶才不管他们说什么想什么呢，和韦继华出了房门后往前院走去。你母王这时候会在哪儿？这个时辰不是从宫里回来的路上，就是在书房处理正事。记住，母王如果在书房，那里是王府重地，没有母王的传召进不去的。今日这局面进不去也得进了。你那几个兄长的妻主，除了挨着我们坐的那位女君，其他4个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嚣张跋扈的。我在想，他们如此做，你的母王吩咐他们的？但是你母王，我觉得她不屑做这种事情。妻主说的没错，我母王如果对一个人不喜欢，会直接出手。她很是欣赏妻主，今日他们的言行，应该是他们想压妻主一头。简直是吃饱了撑了没事干，没事找事儿嘛。我都要走了，还要压我一头。要是到时候我生出了你的孩子，打他们的脸，想来又是一件精彩的事情。苏女君，您多包涵。大世子他们的妻主都是朝中重臣之女，平日里张扬一些，没有其他意思。您别和他们见识啊。先和小世子回去吧。哼，管家，你这话说的，我被他们言语侮辱了，还要当作没有发生是吗？我苏月瑶可不受这委屈。苏月瑶这次抬脚直接准备出府去，连摄政王都不找了。苏女君，今日是您和小世子的回门之日，如果您这么走了，这两国签订的契书如何让小世子带回去？我说呢，管家和其他人敢如此说话，合着到了最后的关键了，你们料准我要离开东离国，就得受点委屈走。但是我告诉你，我不愿意。我苏月瑶可以在凤鸾国受些委屈，但是绝对不会在外面受欺负，更不会让人占着好处再来侮辱我的国家。告辞。苏女君，奴不是这个意思。在苏月瑶即将走到大门处的时候，府里的侍卫全部拦着苏月瑶和韦继华。苏月瑶不再废话，直接拿出口中的哨子吹了一口，一瞬间，苏月瑶身边出现了30-40名黑衣暗卫。韦继华此时也摆了摆手，空中也下来10几个暗卫。管家让摄政王府的人给我让开，不然咱们就动手。以今日的情况来看，王爷此时应该并不在府上吧？你们王爷不会在我即将离开的时候让你在中间挑拨？管家脸色阴沉。你不是管家，你是谁？小世子可不能因为外人就陷害老奴。苏月瑶和小世子公然在摄政王府让暗卫进入府里，试图谋害王爷，拿下！苏月瑶的人没有犹豫，开始反击，护着苏月瑶的人几乎成包围趋势护着他。韦继华也护在了苏月瑶的身前，从怀里拿出2枚信号扔了上去。管家见韦继华发出了信号，顿时脸色更加阴沉。记住别怕，我护着你。你发的信号都是给谁的？摄政王如今要对其他3国动手，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动他。今日这事儿很是蹊跷，按照摄政王的脑子，一定有后手。一个是星辰给我的，说妻主有危险，第一时间发出来；一个是我母王在我嫁给你之前给我的，说是在东离国有人对我们动手，就发出来。启华，看来我们又再次成为你母王的法子了。苏月瑶话音刚落，打斗的天空又出现一批黑衣人，想来是管家招来的人，对着他的人打了起来。记住，看来我母王是这个意思，而且这些人是想杀了我们的吗？想来是的，之前就有人想要刺杀我，阻止东离国和凤鸾国签订契约，他们因为是找不到机会，才孤注一掷，最后来这么一下吧。你的好母亲应该已经查出来了，就直接拿我们当诱饵呢。妻主对不起，因为我……道什么歉，和你没有关系，就是你这母亲以后能不要就不要了。韦继华听到心里一噎，他也不想要这总把他当诱饵的母亲。平日又爱加恋他，但是这是他能不要就不要的吗？这时星辰、许明鹤、孙一白和南风带了一批黑衣人出现了。妻主，你没受伤吧？我没事，你们来得挺快的。等到场面即将控制住的时候，摄政王府的大门打开，百里岩站在最前面，后面跟着一排的黑甲卫。王爷来的可真及时呢，再晚一会儿这人都要被打死了呢。本王没有想到月瑶身边的人个个身手了得，倒显得本王无用了呢。
彭烨确实是有些没用呢，这要是打仗了，仗都打完了，你来支援有什么用啊？百里岩听到苏月瑶的话，直接一顿，他没有想到苏月瑶不给他留一点的面子。月瑶，这次刺杀是本王没有提前告知你，主要是为了不打草惊蛇，也为你后面离开东离国后斩断危险，免得他们再暗杀你。哼！苏月瑶冷哼一声，不想搭理摄政王。齐华，你不为你母亲说句话？母王，我已经嫁人了，当以妻主为主。再说我的兄长的妻主们，个个看不上我们，言语侮辱。看来是我不得母王喜欢，才让他们随意欺侮我的妻主。季华此时没脸见你。摄政王听到韦季华的话，更是有些噎得慌，真是嫁出去儿子泼出去的水。月瑶，走去书房，这次本王一定给你一个交代。今日也是你和齐华的回门日，一起用午膳，那些欺负你的人，本王一会儿给你出气。妻主，我们先回去了，殿下他们如今应该在城门口，我们去安排下。好。苏月瑶大概明白，他们应该是做了两手准备，在他受到危险的时候能第一时间离开东离国。月瑶，这次一定让你满意。三人到了书房。月瑶，此次的事情我前日才得到消息，这已经是本王临时布置安排最好的方法了。王爷，我身边要是没有那些高手呢？府里我安排了一批人手，会在关键时候保护你们的，因为本王这次并没有查出来到底有多少人要动手。王爷拿我们当耳当的，真是顺手呢。本王给你补偿可以吧？这是50万两银票，本王已经兑换成凤鸾国的银票了。还有之前我们部署的虚城向东10里划给凤鸾国，本王额外多往外划出5里。5里太少，要10里。8里。就要10里。你要是不同意，我和季华现在就走，契约也就别要了。算你狠，额外多10里给你。那王爷写契书吧。最后摄政王又重新写了一份契书。齐华，你从凤鸾国回来，母亲就在和宗庙那些皇室宗亲周旋。昨日母王已经把你的名字记到宗祠本王这一脉上，以后你就是堂堂正正的东离国皇室之子，百里齐华。东离国皇室在外流落的子嗣，即使相认了，也都只在家族中记录，宗庙是很难进的，为的就是防止血脉不正，所以他的名字并没有改，还叫韦继华。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母王真的会为他开宗庙，给他写入宗祠里，这中间想来是费了好大的劲儿吧。韦继华眼神有些复杂地看向百里岩。是不是感动了？那就赶紧给本王生下东离国的继承人。这句话让百里继华心里的感动碎了个干净。母王是不是就是为了子嗣才会如此费劲儿的？彭烨，你这么要求继华就不对了，肚子在我这儿呢，生不生我决定。一个女子要不要给男子生孩子，取决于她得不得你喜欢，受不受宠，和你说有用吗？而且你回到凤鸾国后，本王还能管得着你？彭烨，我以为你刚刚将继华的名字彻底改成百里继华，是真心对他的，没想到还是为了让我生孩子。苏月瑶，你可知齐华的名字记录到皇室宗庙里，本王费了多大的劲，努力留下后代，传承下去本身也是他的责任。母王，我知道了。这时门外有下人敲门。王爷，午膳已经准备好了。走吧，先用膳。不去，你其他的儿子妻主看不上我，侮辱我，我为何还要去和他们一起吃饭？那你想要什么？当然要他们先给我道歉了，之后给我精神补偿。精神补偿？说吧，想要多少银子？这个可不是我决定的，毕竟他们挑事在先嘛。大世子的妻主还是全丞相之女呢。王爷，您应付起来肯定费劲儿，我和继华就不为难你了，直接回去吧。等等，本王今日不和全女君他们用膳了，让他们先用膳，让厨房在院中摆上一桌。苏月瑶和百里继华用过膳后，拿着银票和契书直接回了四方观。妻主今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苏月瑶简单把今日的事情说了一遍，在得知是摄政王又再次把妻主当作诱饵时，脸色都非常不好看。如今也算是把人给铲除了，好在星辰你们安排的人手很好，而且一白南风、明鹤
你们3个的武功都很高啊。旗主过谦了。旗主，这摄政王算计人的心思太重了，好在我们明日就要离开了。是啊，没法说，季华以后也是家里的一员，你母王的事情和你没有关系，希望我们说的时候你别介意。旗主你们随便说，我母王几乎把所有事情算计了进去，这次他也在试旗主手里的势力到底有多大。想来旗主今日出来的暗卫让母王有些忌惮了，不然后面的事情也不会那么轻易的谈成。星辰，这些暗卫还是尸杀阁的人手？不是，巡策军、环策军他们提供的一大部分人手，我们提前派人马快马传信了，这些人前几日就到了，我都安排到旗主身边了。他们有心了，我们来东离国已经1个多月了，好想快点回去。那旗主还要去海边转转吗？去啊，当然要去，我都没有见过大海呢，离得这么近，不去看看太亏了。众人听到苏月瑶的话都有些想笑，旗主前一秒还在想凤都的人，后一秒不影响他继续去看风景。旗主想去就去看看，我已经安排好了。摄政王已经向花圣国、水源国派兵了，林月国因为和他们相隔较远，才没有派兵。好吧，看来这3国应该是跑掉了。这2日他和百里季华闹得有些晚，身子有些乏乏的。百里季华看到苏月瑶睡着后，就走出房门，在房门摆了摆手，一个黑人出现。我母王对那几家出手没有？王爷已经派人去处置了，想来天黑前会来给女君道歉的。不痛不痒的道歉有什么用？你去安排咱们的人这么做。主子，你要是这么做，王爷会发火吧？没事，母王发火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东离国了。再说，我这是给我旗主出气，是身为郎君应该做的。而此时，远在凤鸾国的杨千寻他们也确实是格外想念苏月瑶。主君，旗主今日有传信回来吗？昨日我们刚收一封，今日还没到。他是很想念旗主，真的很想很想。但是旗主把殿下他们带走了，没有告诉他，他们嫁妆的每月账目核对都让他来负责呀。他每月从头看到尾，还有那些弑君的嫁妆，他有时候甚至连孩子都顾不上照顾。他一直在想，这是不是旗主他们怕他忧思成疾，故意给他安排的事情。浩轩，你别天天想着旗主，你把一阳的店铺之约的账核实一下。主君，我的嫁妆账目也没有核查完呢。主君，你让玉琪来帮你吧。玉琪昨日就出发去京郊附近检查商铺去了。那不是有远义和远景吗？他们最近在忙着药材收购，没有时间。主君，我想起来了，我还有件事情要安排。上次星辰给我传信要高手，想来旗主是要返程回来，也要人手，我回山门一趟。你……杨千寻话还没有说完，就听见玄浩轩又说道：主君，我那些陪嫁的账目你也顺便看了吧，我一会儿安排人送过来，我走了。玄浩轩说完，人已经不见了。杨千寻听到直接给气笑了，这日子是没法过了，他要不离家出走去找妻主去吧。春日春雨，这些账目你们核对多少了？主君，奴今日才把殿下的陪嫁铺子还有他们的账目核对完，有几个掌柜的账目有问题，奴还在核查。主君，奴在核对横策军的铺子，但是有几处庄子的收益有问题，还有几个店铺亏损了，奴在想如何解决。把春霜、春林、春水他们都叫来，一起核对吧。主君，春霜一直负责府中的采买，他核对账目不太在行。春林和春水能对账目，但是算术不太好。奴之前也想过找他们，但是试过了不行。杨千寻简直两眼一黑，当初因为怕妻主去东离国有危险，所以策军他们的人手都跟着走了，最后留下事情都让他做了。妻主啊，你快回来呀，再不回来你的主君就要累死了。明日我们就赶路了，今晚都吃好喝足吧。妻主，我们都可以，平日骑马训练都习惯了，我们给妻主准备好了食物，不会让妻主受委屈的。妻主，明日出了东离城，我们提前安排的马车明面上会有人直接往虚城走，我们坐另一辆马车继续再往东穿过2座山峰，就能看到大海了。中间有路吗？他可没有忘记当时走山路他在马车里飞来飞去的感觉。路还算好，能过马车，那条线路是往返送海货的路，还算可以。那就好。翌日清晨，
苏月瑶走的时候，东离国的使者亲自把她送到了城门口。就这样出使东离国的任务，苏月瑶算是完成了。大概是大皇子他们有意让苏月瑶和其他士军们培养感情，这次马车里陪苏月瑶的都是士军。苏月瑶看着他旁边硬抱着他胳膊的许明鹤，两边左右各坐着公羊、若愚、普安、南风和孙一白。七主，这次回去我们中途休息，你让我陪着你好不好？你这不是陪着我吗？当然不是，我说的是晚上，我想搂着七主睡。那个明鹤，你脑子能不能不要想这些啊？不行，我十一父亲曾说过，男子一旦有了妻主，就应该时时刻刻的黏着妻主，不然妻主会容易忘记的。妻主回去后就没有时间理我了。明鹤，你父亲说的话，你为何都记得？我母亲怕我嫁给你不得宠，特意让我的父亲们教教我，还让我都记住。我进府之前，要是记不住，我母亲就打我。徐世军，那你可真是辛苦，记得这么多。公羊，你是唯一理解我辛苦的人。我母亲他们都说我笨，会记住不会用，你看我学得多好。其他人一言难尽地看着他，这孩子有时候确实是缺得很。许家能把他养这么大，确实是不容易啊。要不是上次见他在摄政王府和那些护卫杀手动手，他都不能把出手狠辣、一剑一人的许明鹤和现在这样子的他联系成一个人。七主，你要是累了，可以躺下休息会儿，我和普安把位置让出来。咱们这才出发多久，我还不累。就这样，苏月瑶赶了2天的路，在马车里，苏月瑶和他们也慢慢的说些话，算是比较熟悉了。在天黑前，他们的马车进入离海边不远的一座新城。机主，我提前订了一处小院子，这里离海边最近了。机主白日可以去玩，可以赶海。县城有几家做海鲜还不错的饭馆，等机主玩够了再回去。另一队马车会在东边关孙府等着我们。星辰，你安排的真好，那我们就在这里玩个3、4天再回去吧。众人到了院子，发现并不是很大，但是看着周围的环境，想来这里就是最好的。这是找的位置合适、最好的院子了。机主，委屈的住几天吧，屋里的被褥都是新换的。就这样就很好了，我很满意。我看这院子里的房间不够吧？我们几个每晚要安排2人轮流，剩下的人2人一间刚好。机主，你先和殿下沐浴吧，其他事情我们安排。那好吧。七主不想和士军们待在一起？还好吧，他们也没有什么别的心思。七主能适应的和他们相处，真好。哈哈，你们可真大方。其实他们已经是我的士军了，和他们在不在一起有区别吗？你们不是很确定他们不会背叛我吗？男子入了后院，都是希望自己得到七主喜欢，而且他们的身份背景将来对七主都是助力，他们成为七主的人就更安稳。我现在觉得，我当初想选好的人，把他们放到院子里不管不问的，这个想法就是个错误。七主发现了，凤都那么多家族的女子，后院的郎君普遍都在20左右，除了不受宠的女子，就是主君家的情况。但是主君的姐姐分出杨家有孕后，这短短半年就纳了有10几个郎君，而且凤都的世家女子纳的数字多些。这些男子日常陪伴的居多，一个女子平常生活都是有4到6个郎君陪着。但是七主选的郎君，一个个的都不是一般的人物，能陪在你身边的郎君太少了。先不说七主生育孩子的能力，按照七主的官职，太女太傅1品官职，后院9个郎君也实在是太少。你后院郎君越少，那些世家就盯着七主，从而在朝堂上给七主下绊子。如今以后，普世军还有公羊世军，他们2个陪着七主上朝，都是御史，一般人不会触眉头。你们不会还打算让我娶吧？目前没有。如今七主的后院有15个郎君，虽说还是有些少，但是已经能堵住那些世家的嘴了。我们也有实力护住你了，我们可不想和七主相处的时间再少了。如今七主要钱有钱，要兵有兵，要势力有势力，背后也靠了几个家族，算是彻底站稳脚跟了。我们一直想做的就是不想七主太出挑，整个凤都城女子低于10个郎君都没有，连生活在庄子里的佃农女子也都是20个郎君左右。这次轮到苏月瑶彻底不想说话了，真是给他安排的透透的，什么都考虑了。七主是不是不喜？要是不喜，等我们往回去的时候，我和星辰还坐在马车里陪你。不用，
殿下，我本来生孩子想按照你们进门的顺序给你们生的，因为特殊的原因，我让你们加队了，所以我想给远义和远景生过孩子后，再和侍君们同房。可以啊，七主只要慢慢接受他们，让他们觉得七主是有心把他们看成郎君的就好。你们对我真好，都在为我考虑。这可是我们身为郎君应该做的，七主不觉得难受就好。主君还特意交代我，不要太过刻意的让你和侍君们接触，怕引起你的不适。主君说了，回去要是你告我们状了，他要收拾我们的。芊芊那是怕你激进，我看你这次安排的就挺激进的，没有和我商量一声就安排了。七主，你的性子就是软，我要是提前问，你肯定不答应。那殿下回去等着让芊芊收拾你吧。哎，别，七主千万别，我知道错了，以后我第一时间和你商量。还有这件事儿，不是我一个人的安排，星辰和易阳也是大力支持的。大皇子的话音刚落，在院子外面安排人手的崔阳和星辰直接同时打了一个喷嚏。没想到大皇子有一天还会拖其他人下水呢。七主啊，要是回去挨罚，那要我们3个一起啊。你们陪着我出门，要保护我。芊芊她肯定不会忍心罚你们的，我不告状。七主，你真是太好了。翌日，苏月瑶醒来，看着一旁的大皇子已经穿戴好。殿下，哎呀，你起得好早啊！不早了，许世军和公羊他们2个已经兴奋地去了海边，说是要给七主抓海鲜吃。是吗？那我也要去。七主先用过早膳，我们再一起出发。他微微扬起头，目光投向那广阔无垠的天空。天空湛蓝如宝石，洁白如雪的云朵悠悠飘荡着，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清新宜人的气息，微风轻拂着他的发丝，带来一丝丝凉爽与惬意。这样美好的天气让人心情愉悦。七主，你醒了，快看我的照的大谢公。许明鹤出现，顿时院子里的那份悸动泄了个干净。众人一言难尽地看向许明鹤，你让他先离我远点，回头你多抓几只，我们把它清蒸了。好啊好啊，七主，我一会儿再去抓几只，我觉得它更好玩，爬得可快了，还乱加人。许世军，七主还没有用膳，你抓的这个蟹公先放起来。七主先用膳吧，我们一会儿陪你去海边玩会儿。听说明日这县城晚上要举办篝火晚会，很热闹的。好啊，我要去。用过膳后，苏月瑶很是开心地准备出发。七主，海边还有些距离，你要坐马车去还是走路去？走路吧，顺便逛逛这座沿海的县城。好。苏月瑶一群人一露面就吸引了县城大部分的眼光，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容貌实在是太美了，女君貌美，男的俊。苏月瑶看着街道两边的商贩，还算是热闹。街边来往的人流还是比较多的，零零散散能看见女子的身影，但是不多，男子居多些。这里好热闹呀！这里算是东离国最靠东的一个沿海小城，来往进出不方便，所以东离国每年只让他们缴纳足额的税收，其他几乎不管。这里的县衙其实也是他们的宗祠，都是世世代代生活的渔民，但是来往的商队会过来，所以还算是比较热闹。我们也是以商队的名义进城的。我知道了。之后苏月瑶又陆陆续续的看上不少的小玩意儿，多的就让他们送到院子里，少的他们都拿着。到了海边时，苏月瑶被眼前波澜壮阔的海水震撼到了。她站在海边，目光所及之处竟是那浩渺无垠、波澜壮阔的蓝色海洋。这可是她历经了2辈子才亲眼目睹的景象。那辽阔无边的海面一直延伸到天际，仿佛与天空连成一片，让人分不清哪里是海的尽头，哪里又是天的起点。海风轻轻拂过他的脸颊，带来丝丝的凉意和咸涩的气息。这片一望无际的海洋啊，它是如此浩瀚、神秘而又美丽动人，让他不禁沉醉其中，久久无法自拔。七主，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好久了。我已经给2家渔民说好了，他们的小型渔船今日可以让给我们用。七主要不要在这片浅水区划船玩？要，当然要。渔船都比较小，总共包了3艘渔船。之后几人都看着苏月瑶，你们看我做什么？七主啊，想和谁一起乘船呢？易阳、殿下、星辰，我们4个一个船吧。
他都陪世军们几人天天在马车里了，来到这里就让他放松放松吧。七主，渔船最多只坐下3人呢。之后崔阳、大皇子、星辰同时看向他，他们都好奇七主会把谁去掉。苏月瑶有些尴尬的不知道要怎么选了，最后看着一旁笑得开心的公羊若愚，直接说：来，普安、公羊，我们3个一个船。星辰和崔阳、大皇子脸上顿时有些裂开了，没想到七主也变聪明了，知道躲了，简直是谁都没有得罪，但又谁都得罪了。七主，这些渔民的大船天一亮就要去远处捕鱼了，这种小船都是在附近浅水区捕些鱼虾的。你早上了解的可真多。同样是早上都出门来海边，许明鹤就知道抓螃蟹玩，公羊若愚直接把海边的渔民劳作什么的都搞清楚了。苏月瑶刚觉得公羊若愚办事很靠谱，下面就听见他说道：七主选我和普安，可把殿下和2位侧军得罪了呢。你怎么不说是你抢了他们和我相处的机会呢？公羊，你这唯恐天下不乱的神情收一收，不然小心哪天被揍了。七主，你怎么见不得我好呢？普安，往那边划。好，七主啊，你后面有渔网，我们到那边直接晒网，说不定能捞些鱼虾呢。这样悠闲的生活他还挺喜欢的。2个时辰后，他们把船划了回去。最后最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苏月瑶他们捞的鱼是最多的。普安、公羊，你们2个可以商量一下，提一个要求。2人低着头商量着。公羊，你这要求七主不会同意的吧？我要求不难的，我都没有要求七主和我们睡一觉。普安有些发愣，他其实心里也隐隐有些期待，但是又觉得不应该有期待。他的身份，他的经历实在是配不上他。七主，我们想好了。苏月瑶看着兴奋的公羊若愚和有一丝状态歪的普安，他们这样子总感觉不会是什么好的要求，但是话已经说了，先听听他们2个的要求吧。七主，我本来打算让你把我们2个都睡了呢。你们想都不要想。公羊，赶紧说你们的要求。七主，我2个的要求就是你亲我们嘴一下。这个也是一个社死的要求好吗？一群人都在呢，不远处还有渔民往这边看着，当众的亲吻，七主不会要反悔吧？其他人听到这些要求都有些看好戏的看着3人，特别是大皇子、崔阳和星辰，他们倒是真的想要看看七主会不会亲上去。七主，我们挡着，要不回院子里再亲。苏月瑶直接拉住公羊若愚胸前的衣衫，让他弯下腰。苏月瑶踮起脚尖亲了上去，他亲到七主了。之后苏月瑶走到普安的面前，顿时有些尴尬。普安是他最拿不定主意的，毕竟其他人都告诉他想成为他的郎君，唯独普安什么都没有说。这是亲不亲呢？要是普安就是为了找个住的地方，或者堵住陛下的赐婚，他亲了他算不算是耍流氓呢？普安心里也有些紧张，手紧紧地握着。理智上他配不上他，理应拒绝，但是情感上他不想错过这难得和七主亲近的机会。这也许是唯一的一次能和七主这么亲近的机会，他真的不想失去。七主，你不亲普安吗？那可以再亲我一次吧。苏月瑶瞪了公羊若愚一眼，这要求一听就是他提的，才让他和普安都这么尴尬。这人笑得更可恶，他才不要再亲他一次呢。苏月瑶不再犹豫，直接拉着普安的衣衫亲了上去。普安低下头，2人嘴唇碰到一起的时候，普安一瞬间脸、耳朵、脖子轰的一下全红了。他直接有些慌乱的离开，只是手用的力气有些大，普安胸前的衣衫直接呲啦一下裂了一个口子。顿时空气突然安静了。苏月瑶松开抓住普安衣衫的手，其他人都愣住了。普安此时更加羞愧了，苏月瑶也想原地消失了。苏月瑶话还没有说，普安直接行了一礼说道：七主，我先回去了。一瞬间普安离开了。苏月瑶甚至看到普安那慌乱的步伐和气息不稳的内力。我真的没有用劲儿，你们相信吗？信，想来是蒲世勋的衣衫质量不好，才导致七主一用劲儿就撕裂了。
苏月瑶实在是不想看他们打趣的眼神，直接也转身想要离开。其他人立马跟上。公羊，我们把网的鱼选一些带回去，其他的都给渔民吧。殿下，为何是我？你都得到便宜了，当然是你善后了。公羊若愚听到后，认命的去叫渔民过来。其他人都跟在苏月瑶的身后。苏月瑶想到刚刚的那个场景，他的肯定是普安的衣衫穿的时间太久了才导致的，不是他用力导致衣服撕裂的。不行，他要给他换一身衣衫。走，我去给你们都买一身衣服去，特别是普安。回到院子的时候，公羊若愚已经在等着了。七主，你们去哪里了？我怎么没有看到你们？我们去选衣衫了，每人一套。普安呢？七主好可爱，撕裂了普安的衣衫，还专门赔给他一套。他们都跟着沾光了。苏月瑶看到床上那件被撕裂的衣服，想来刚刚普安正在缝补这件衣裳。这普安真的是穷啊，怪他没有多关注他，忘记安排给他送新衣服了。毕竟他是后院唯一要月例银子的人。这都出来2个多月了，他手里可不一点银子都没有。七主，这衣服不是你弄的，你别在意。这件外衫算是他这几件衣服里面最好的素衣了。他刚刚看了，只有些开线，缝缝还是能穿的。不好意思啊，我忘记你没有银子，出门这么久了，都忘了把月例银子给你了。七主，我住你的吃你的，再拿月例银子不合适。之前主君给我的，我都用俸禄还回去了。啊？那你这些时日1分银钱不花的吗？我没有其他花销。殿下还有其他郎君会安排七主的日常，我有吃有住的就已经很好了。真是一个有骨气又节俭又穷的世君呢。她要是嫁给其他的女君，不受宠是小事，饿死是大事吧。这是我给你选的一套衣衫，你试试，要是不合适了自己改改。七主，他应该养活七主的，虽然他养活不起，但是他怎么能让七主养活他呢？他有些羞愧。苏月瑶大概看出来普安的窘迫，又说道：每个郎君都有，买衣服的钱是我自己出的，不是用其他郎君的银子。普安，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既然是我的世君，那我就没有把你当做外人。你的情况和他们不一样，我们也都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今日真的很抱歉亲了你，我……七主不用道歉，你对我做什么都可以。苏月瑶听到普安的话愣住了，做什么都可以，是他想的意思吗？七主，我是你的世君，你可以像对其他世君一样对我。我的身份和经历配不上七主，如果七主嫌弃……我没有嫌弃你的意思，而且你挺好的，能充军后靠自己的能力一步步的走到如今的位置，很了不起，不用妄自菲薄。谢谢七主。普安没有想到苏月瑶会这么说。不用谢，你是一个好官，一个努力想要自己过得更好的人，值得人喜欢。风雨之后迎接的必将是彩虹。普安静静地看向此时带着笑意鼓励自己的苏月瑶，他的心砰砰地在跳。他从未听过这么好听这么安慰人的话。七主送的衣服我很喜欢，我要试衣服了，七主要看着吗？那你试吧，我先出。七主，普安第一次收到礼物，七主看看可以吗？好，我看看。苏月瑶刚想避开这些映入眼帘的微微发黄的肌肤，但下一秒看到结实的胸膛上的伤痕，甚至连带肩膀上都有些吃惊地问道：你身上为何有这么多的伤？我充军那2年，在军营从练武到最后立了功，中间大小都受了伤，还有一些是在我巡查各地的时候遇到山贼之类受的伤。七主，这些疤是不是很丑？他好怕七主会厌恶，毕竟女子都是喜欢细皮嫩肉、皮肤白皙的男子。他受伤之后也没有银钱买去疤痕的药，当时他一心只想要活下去，他也从未想过能体面地驾驭自己心动的人。苏月瑶看到转过身的普安，后背也有一道一道的伤痕，心里有一丝的心疼。这些伤痕可是他曾经每次受伤的经历。发生这么多事情，还能做到一个好的官员，他不知道要说什么了。星辰一个杀手头子，他都没有见过他身上这么多的伤痕。
蒲安一直没有等到苏月瑶说话，扭头看向他，看到他眼神中那一抹心疼，这个眼神是他从未见过的温暖。七主，不疼的，这些不疼的。怎么能不疼呢？我以后不要受伤了，因为我会心疼。七主，我蒲安没有想到他会那么失态，他比七主大8、9岁，怎么还让七主安慰他？你不是让我看你衣服合不合身吗？穿上吧。七主，好看吗？很好看。谢谢七主，我很喜欢。喜欢就好，我去看看其他人换了衣服没有。好的，七主。晚上海边有篝火晚会，殿下他们都有安排出门了。原来如此。殿下，新策军、崔策军去看地形了，韦策军和普安去县衙了，明鹤和公羊去给七主捞鱼去了。好吧。七主，一白昨晚也是认床没有休息好。苏月瑶听到这借口，顿时有些黑线飘过。他看起来有那么傻吗？其他人也许会，但是孙一白可是个将军，行军打仗随时扎营，会睡不好啊。孙一白听到南风的话，顿时身子一僵，这借口简直是此地无银300两啊！南风说完也发现不妥，有些尴尬的干咳了2声，耳朵都红了。你们2个都没有睡好，要不回屋休息会儿？暗处有咱们的人守着，应该没有事。不用，七主，我们想陪着你的。那好吧。这时门口的门打开了，大皇子、星辰、崔阳3人回来。七主，你醒了呀？这个时辰能不醒吗？七主，一会儿午膳后我们去海边参加篝火晚会，附近的安全我们已经排查过了。好啊，人会不会很多？还好，都是本地的县城的人去的。七主，我们已经给县城的县令说过了，篝火晚会我们可以去，热闹热闹。但是七主有些事情需要注意。需要注意什么？这个篝火晚会其实是县城的女子选郎君举办的，一般是不允许县城户籍外的女子参加的。七主要是去，最好是穿着男装打扮过去。你们看我做什么？我可不打算再娶人的哈。这个县城想来不让外籍女子参与，就是怕把当地的渔民给拐走。我只是想要热闹热闹，见识见识，穿男装也挺方便的。他们其实心里也不想七主再娶了，如今他们已经有了能力对抗，更不想再选人给自己添堵。就现在后院这人数，他们1个月轮流最多2次，还要考虑七主哪天累了要休息。现在他们有股一致对外的感觉，但是如果真的遇到七主非常喜欢的郎君，他们忍痛也要给七主纳进府。他们也很是忧愁啊。之后众人到了海边，看到沙滩中间上架着一堆的柴火，等了一会儿，下面围着火堆的圆圈全部坐满了。苏月瑶发现每一小片都会有一个女子在场，女子坐在中间，四周都是伺候她的郎君，前面会坐3、4个人。记住，女子前面的3、4个应该都是女子家里未出嫁的男子，在这里选女子嫁的。不会在这里看上了男子就跟着女子回家吧？七主不一定的，如果男子优秀，女子娶为侧君，那就要等女子上门提亲之类的。侍君或者小妾直接要跟着女子回去了。好吧，这简直就是相亲大会嘛。是，听说这个小镇都是如此选夫的，除了女子的主君，其他侧君、侍君、小侍都是这么选的。没想到这么淳朴的地方这么热情，我都感觉到他们的开心了。七主，这男子不好好表现，怎么嫁到好的女君？你看下面的女君都好奇的挑选呢。苏月瑶看向那些女子，都在看着前面表演的男子们，有些在和身边的郎君还商量着。这个镇上女子是不是也不多？这么大的地方，看着女子都没有过20人，大部分都是男子。女子要30岁以下的才参加这篝火会，这里没有选上的男子，大概后期会嫁到30岁以上的女子。他们还有这区分，但是30岁以下的女子也很少啊。所以啊，这县城他们一直每90天办一次，鼓励女子多娶多纳多生。苏月瑶心里叹了一口气，任何光鲜亮丽的活动下都是为了女子多生孩子，不知道她这肚子里有孩子了没有。距离她第一次和大皇子同房吃助孕果有20来天吗？之后是崔义阳、韦继华的，
是不是1个月后就能把出卖了？现代女子以姨妈为准，这里的女子都不来姨妈，苏月瑶连怎么算都不知道，身边也没有一个大夫不知药老随行没有。妻主在想什么？星辰，这次我们出行，你让药老暗中随行吗？随行了，药老不喜欢来海边，这里前几年他来过，说是太过潮湿，不愿意过来。药老如今应该在虚城等着我们。妻主是哪里不舒服？我直接传信让他过来。我没事，就是问问。明日我们收拾收拾行李，就准备回去吧。有些景色看过了，也就不再想。在现代的时候，他的宿舍友人总说海边多好玩，景色多美。如今见过这景色，其实也就那样了。我和殿下会安排。但是这时，距离苏月瑶不远，一个女子跑了过来，指着坐在石头上的苏月瑶说：“哎，我看上你了，我要纳你当我的第22位郎君。”苏月瑶有些震惊地指了指自己，他竟然选了自己。他旁边的郎君可是一个比一个俊的呀，没看上他们，看上我了。这女子有眼光啊！哎，你没听见吗？你县城哪家的？我看上你了，许你当侧军第22位，怎么样？不好意思，这位女君，我不想嫁给你。我家可是县城的富户，你竟然敢拒绝我！慢慢的，有人发现这边的动静，看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也有其他的女君也看上了星辰他们。我要那个青色衣衫的公子。那2个深色衣衫公子，我要了。我要那个，还有那个。你们起开，我还选呢。星辰几人看着底下的女子们，对着他们指来指去，脸色黑中发青的。苏月瑶看着这场面，顿时有些尴尬了。这要怎么破？又不能伤害女子。对了，有了。各位女君们，这几位都是在下的门客，在下和他们都是喜欢男子的。大皇子他们的脸色都一脸震惊地看着苏月瑶，甚至脸色比刚刚更黑了。苏月瑶甚至感觉到星辰身上的冷气。不可能，你们长得这么俊，怎么可能喜欢男子？在这里，男子和男子相互喜欢，可是遭人唾弃，甚至会连累家族。发生这样的事情，两人都会被赶出家门，甚至被打死。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光明正大的说出来喜欢男子还不知羞耻的。关键是这几人还个个长得不俗啊。直接拉起星辰亲了上去。星辰被亲的一瞬间，下意识地搂着苏月瑶的腰。下面顿时传来一阵倒抽气。他们都没有想到，他们敢正大光明的亲。你们相信了吧？他们都是我的。反正明天他们就要走了，这县城里的人又查不出来什么。你长得这么好，怎么不喜欢女子？之后零零散散走了3、4个人。你一个矮子，这么多公子都是你的？我不信。苏月瑶听到顿时炸了，她一个1.75米左右的女子，怎么就是矮子了？公羊若愚听到这话，眼神一亮，这女子刚刚还指他来着。他直接从南风和普安前面走了过去。女君不相信我们是她的人，那我表现给女君看。公羊若愚话落，直接嘴就亲了上去。看上公羊若愚的女子气愤地走了。一个能在大庭广众之下亲一个男子，这样的男子他才不要。大人，这些人简直伤风败俗，一群公子互相喜欢，还做那样的事情，理应把他们都给赶出县城。是啊，大人，篝火晚会是让我们选郎君的地方，他们明知道了还过来参加，其心思更可恶。大人，把他们赶出去。县令看着这几人，顿时脑门黑线绷绷的，这哪儿跟哪儿啊？他知道这群人背景不凡，他们来参加也就是图个热闹。他担心这女子光明正大的参加会把县里的郎君带走，所以才让她以男装进来的。谁知道会搞成他们伤风败俗喜欢男的。我们这就走，不为难县令大人了。今日简直又是社死的一天呢，热闹还是看完了，现在他们已经变成热闹，让其他人看他们了。他们不是本县的人，让他们离开吧。大人，这么伤风败俗的事情，理应严惩他们。就是啊，这里是选夫郎的地方，他们如此还过来，简直是不安好心。他们是外县来的游商，本也没有打算在这里嫁人，只是凑个热闹。本官提前是知道的，放他们离开。
大人，他们是外地来的游商，真的喜欢男子吗？他们都长得这么好看，为何不喜欢女子啊？不管他们喜欢女子或者男子，都和本县没有关系。外面来的公子们，哪个愿意留在咱们这么偏的小地方？还有，他就是喜欢男子的。七主，我们只喜欢你，不喜欢男子。我当然知道了，这样说不是不让那些女子纠缠吗？谁知道他们反应那么大，还把县里给整来了。他们也不认识我们的，明日我们就离开了。还有，你们以后不准在那么多人的面前亲我。还有，亲我前是不是要问我一句啊？七主，要是人少了，是不是可以亲你了？我说的是这个问题吗？我说的是要经过我的同意。七主，这次可是你说我们喜欢男子，你先亲星策君的，我们才亲你，证明自己是喜欢你的。而且你怎么说我们喜欢男子呢？这要是传出去，我们的名节呀，毁得透透的。这个对你们影响很大。当然了，在这里男子和男子在一起可是受人唾弃的，更甚至会连累家族的未出嫁的兄弟们。我不知道会这么严重，我只是单纯的想要拒绝他们，以为这样他们就会离开，不缠着我们了。我们不怪七主，但是七主以后千万别在公共场合说了。刚刚那种情况，七主只要承认是女子，他们就不会纠缠了。这么简单的吗？是啊，当时七主说出那样的话，还亲了星辰，我们都震惊了，连星辰的脸色都变了。七主没有发现？七主，以后不准说我喜欢男子了，但看在你主动亲我的份上，原谅你。七主，你别不理我呀，是我看你亲了星策君，我没有忍住亲了你，我错了。我没有不理你，这次是我先考虑了，你们的名声受损，确实会牵连到你们的家族。七主不用想太多，过去就过去了，这里又不是凤鸾国，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背景。此时走在最边上的许明鹤、南风两人心里都有些恍惚，他们算是这几人中今日第一次和苏月瑶有了亲密接触的人，一想到刚刚亲到了七主，心就砰砰的直跳。七主的嘴唇好软呢，还有七主抱起来腰好细软软的。明日早点起来离开此处，这妥妥的黑历史早点离开吧。七主，今日其他策军想来很高兴亲了你呢，许策军和南世军两个更是魂不守舍的。苏月瑶听到后当作没有听见，这话题她不知道怎么接呀。七主，接下来就要赶路回去了，今晚我们再试试。你不是不在意孩子吗？是啊，但是七主昨晚都和易阳在一起了，我也要。他就知道昨晚他们都听见了。不要，昨晚你们都听见了，我。七主，我轻一点，就一次如何？好不好？好不好？季华，等到了徐城，屋里隔音好一点，咱们再来可好？那七主给点好处好不好？接下来的一个时辰，苏月瑶被韦继华搂着，他的嘴不停地问他。翌日，苏月瑶醒来的时候已经在马车上了。七主醒了。什么时候出发的？七主，天不亮就出发了。昨晚有几个女军不死心，想查我们的身份，发现七主是女子后，不知道消息怎么就传开了，有好几个家的公子喊着要嫁给七主。新策军得到消息，趁着他们找媒公的时间，天不亮咱们就出发离开了县城。七主啊，要不是星策军提前安排，七主就要被堵在县城走不了了。他们县城的公子不是不让嫁到外地吗？想来一大部分都是在县城做生意的外地人，而且县令大人不想男子嫁出去，是怕县城的人越来越少，他们大概是看上七主不俗。你们做的实在太对了，要是被堵着了就麻烦了。我们这是往虚城去吗？是啊，咱们来的路和回去的路不同，回去要走山背面，到徐城大概需要5、6天时间。好吧，又要开始赶路了，只希望路上好走一些吧。七主，先用膳吧。苏月瑶简单吃了点，有些懒洋洋的靠在车厢上。七主，今晚我们要在野外过夜了，我去打几只猎物吧。这深山老林的，你进山没有问题吗？没事的，七主，我以前也在山里生活过一段时间，你放心吧，我最晚下午会回来。那好吧，你小心一点。到了酉时初，前面领路的大皇子和崔阳才和星辰碰上面。星辰，找到今晚休息的地方了吗？前面不远处有个山洞，有露宿的痕迹，
想来是来往的游商落脚的地方，我已经派人收拾出来了。这处山里没有大型猎物，还算安全。那就好，我们出发吧。再晚一会儿天黑了就麻烦了。苏月瑶他们刚到山洞，就遇到了抓着猎物的许明鹤回来。苏月瑶看到许明鹤的样子，直接吓得呆住了。他看见什么？他看见许明鹤的身上背着一只老虎，而且还是死的。老虎是国家几级保护动物来着？明鹤，赶紧收起来，别吓着妻主了。妻主，你等等我，我去收拾收拾。你别怕，这大虫已经死了。殿下，他没有受伤吧？他身上背着的是老虎吧？许世军刚刚那个样子，想来是没有受伤的。妻主说的老虎是他身上的那只大虫。是啊，大虫啊。许明鹤怎么打死的？许明鹤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换了一身衣服。妻主，那大虫的皮毛可好看了，我刚刚已经给你剥好了，到时候给妻主做件披风。苏月瑶听到许明鹤的话，嘴角抽抽。老虎的皮，她不敢想。而且正常送女子皮毛的不都是白色的皮毛吗？第一次见到又送老虎皮毛的。其他人听到许明鹤的话，顿时卡着不知道说什么了。他们也是第一次见送女子老虎皮的。这要是遇见胆小的女军，人会不会吓晕过去？明鹤，你送妻主老虎皮是哪个父亲教你的？是我17父亲说，他说女子很喜欢稀奇古怪的东西，就是越珍贵越稀有的东西，越值钱的东西他们都会很喜欢，让我投其所好，这样就能得到妻主的心了。这老虎还是我翻了一个山头找到的呢，老虎皮毛很稀少珍贵，我杀它的时候还特意想尽办法没有破坏它的皮毛，所以回来的才晚的。许明鹤一副骄傲的样子，又带着你快夸夸我的神情。众人一言难尽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说不好吧，人家费了快1天的时间，而且老虎浑身上下都是宝，一般人还真的见不着吃不着。要说好吧，这就有点吓人了。妻主，许世军一片心意，你好好和他说说，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事情。苏月瑶看着他们离开，他也不知道如何和许明鹤说呀。妻主喜欢不喜欢？喜欢的嘛，就是这皮毛看着很威风，有种他占地为王当压寨夫人的感觉。我也这么觉得。妻主，今年过年宫中办宴会，妻主披着这大虫的皮毛去，肯定会艳压全场的。苏月瑶看着激动开心的许明鹤，想到他到时候披着这么大的老虎皮毛参加宫宴，那个画面太美，他不敢想。许明鹤眼睛亮晶晶地看着苏月瑶，整个人开心极了。他心里只觉得妻主很满意他送的礼物，而且妻主还接受了，这是不是说明妻主哪天也会早早地接受他？你杀他的时候可有受伤？没有呢，妻主，我武功很高的，猎大虫很容易，就是他不好找。刚开始他还想吃了我，只有发现我不好惹，就准备逃跑，我又追了上，最后才在他累的时候震碎他的心脉，才把他弄死的。想来确实不容易，他也是一片真心，想要把这皮毛给他。明鹤，我很喜欢这皮毛，谢谢你。妻主不用谢。许明鹤兴奋的直接亲了苏月瑶一口。别动不动就亲我啊。妻主，为什么上次都能亲，这次不行吗？你都主动亲了公羊和普安，都是弑君，你不能偏心。我30父亲说过，后院安稳，我们身为男子要大度，不能善妒，还有最重要是女子太过偏心导致的。等我让你亲的时候才能亲，如今还不行。那好吧。一直到山洞收拾好，众人围着火堆一起用过晚膳后，苏月瑶就去车厢里面休息了。清晨，苏月瑶在车厢里刚刚睡醒，山谷突然现身一群身着红色衣衫的人，星辰、许明鹤、孙一白、南风站在了最前面。妻主，外面有人过来了，不确定是敌是友。这时外面出现了一个红衣女子，星辰在看到女子面容的一瞬间有一瞬的愣住。这人是？你就是星辰，你应该知道朕是谁。星辰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人没有说话，其他人都有些疑惑地看向星辰。让朕见见他，朕不远千里过来，就是想看看朕亲哥哥留在这世上唯一的血脉。他不想见您，而且不想和林月国有任何牵扯。君后之前派杀手，朕已经幽禁他了，而且林月国无人可知朕的哥哥有血脉在这世间。
林越国不久会归顺东离国，这也许是朕唯一能见他的机会了。你是想让他帮你？他并没有在父亲身边长大，所以你要是以那微弱的血缘关系胁迫他，还是离开的好。朕不打算要他帮我，朕只是想见他一面，仅此而已。我要是不让呢？我不会伤害他，我的哥哥自小对我很好，我只是想见他一面。在他看来，能不畏强权护着他，想来以后他也能过得好。两人对峙了好一会儿，最后星辰出声说道：你要是敢要求他什么，或者伤害他什么，即使你是林越国女皇，我也不怕你。朕不会伤害他。星辰深深地看了眼前和他养父有8、9分相像面容的女子，对着南风3人说：南世君，你们先守着，我去问问妻主。我去问他，如果他不想见你，请你速速离开。星辰，外面来的什么人啊？妻主，外面是林越国的女皇，她是你亲生父亲的妹妹，她想要见你一面。如今林越国已经要归顺东离国了，这也许是你们唯一相见的机会。没想到会是林越女皇，这里离林越国不近的吧？还有东离国，不是要打他们吗？在这关头，他来见自己是要干什么？妻主，他承诺只见你一面，不会提任何要求，也不会伤害你。要见吗？我去见他一面吧。星辰扶着苏月瑶出了山洞，看到不远处穿着红衣的女子，两人视线相对，都有些愣住。苏月瑶发现他们两个有5、6分的相似，应该是她比较像他。这名女子看只有40来岁，容貌很出众，而且自带的尊贵之气。真像啊！孩子，过来让姑母好好看看你。苏月瑶能感受到他身上不带一丝的恶意，而且他甚至有些想要亲近他的感觉。苏月瑶抬脚向他走了过去。你叫月瑶是吗？是，我小时候因为一些变故，并没有在父亲的身边长大，我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大概和您说不了他的事迹了。朕已经把事情的经过都查明白了。你父亲当年不想和林越国的世家联姻，求我帮他逃婚出去。我一直以为他玩累了就会回来，没想到他会一去不返。说到底是朕害了他。您不必自责，每个人都有想要走的路，父亲既然选择了，那他就没有后悔。他到死也没有说出他的身份，想来就是不想让你们得知他早早离世的消息吧。这是你父亲在林越国的产业，我一直帮忙打理着，我折成了银钱给你，但是林越国他的府邸我会为你一直留着。我知道你如今在凤鸾国地位很高，不需要这些，但是我希望你父亲的东西回到你的手里。在东离国刺杀你的人我已经严惩了，以后林越国将归顺东离国，有机会去看看。林月女皇说完，直接把一个木盒子塞给苏月瑶，不再多说，转身离开了。苏月瑶看着手里的木盒子，心里说不上来的感觉，于是她对着他大声地说：你好好的，我有机会会去看您的，你要保重。好，我在林月等着你。之后一群人慢慢地消失在众人的视线。苏月瑶有些惆怅地看着怀里的盒子，这东西是不是应该给原主的？可惜了，原主等不到，已经死了。妻主，上马车吧，别想太多。以后如果真的想去林越国，我们陪着你去。星辰，我的名字中的月字是我父亲起的吗？我想应该是的吧。在你被苏父收养的时候，苏府的2位女君名字是单一个月字，但是苏家族谱我去查过，你的中间改了一次，用的是月字。想来当初把你交给苏父的那位下人和他做了个交易，才导致名字改了。苏母已经神志不清了，想来也问不出什么了。如果名字里的月字真是后来改的，想来是那名下人想要用这个字让你们找到我，而我的父亲起这个字是对故土的思念吧。妻主分析的想来没有错。就这样，苏月瑶又赶了4天的路，和孙家打过招呼后，就直接回了之前安排好的院子休息，一直到了晚上才和孙家众人一起用晚膳。之后苏月瑶他们和孙父一起去了书房。孙伯父，虚城可以往外扩，就可以搭建城墙了，而且以后虚城可以作为2国的贸易往来的城镇，只要城墙结实，
将来虚城就是东关城的第一道防线。如今东离国在收复他们其他周边的小国，没有时间管虚城，所以孙伯父要抓紧时间建造。虽说签订了两国100年间的和平协议，但是我们的武力也不能太弱了，不然将来也只是有挨打的份儿。摄政王能把虚城给我们，他也有能力给收回去。我的意思，伯父想来也明白吧？本将知道，会派人日夜兼程把城墙造好，也会好好的训练孙家军的。苏月瑶想到什么，直接走到书桌旁，把当时给兵部的弩箭，还画了诸葛神弩，还有一种大型的投石器，把大致的雏形和工作原理写了出来。众人都默默地看着，谁都没有打扰苏月瑶。等苏月瑶画完，已经过去半个多时辰了。这种弩箭比一般的弩箭要好用，我之前给过陛下，孙伯父可以试着造出来。还有，这2种是大型的武器，守城来说无疑是最好的。伯父，你再找人改一改，我只是画的形状和工作原理，想来做兵器的匠人是可以研制出来的。苏女君，在下替孙家军全体感谢你的馈赠，有了这批武器，东边关一定会守得稳。孙父对着苏月瑶鞠了一躬，伯父都是自家人，我既然娶了100，也是希望你们都能好好的。苏女君，孙家以后绝对会坚定地站在你身后。伯父客气了。几人离开书房，已经是深夜。苏月瑶和孙一白2人一起回去。七主，谢谢你为孙家做的一切。不用谢，我不只是为了孙家，我更想要这天下太平。毕竟战乱对我也没有好处。孙一白看着眼前豁达通透的女子，心里很是触动。他真的找了一个很好很好的妻主，他想永远的陪在他的身边。苏月瑶进了院子，发现除了院子里守着的天一，其他人呢？都睡了？不等他的吗？女君，殿下和其他郎君都已经休息了。我知道了，你们暗处保护的人也要轮流休息。多谢女君关心。七主，今晚我能不能留宿在你屋里？祖母他们一直知道我和七主并未留宿，过2日我们离开，他们心里也会担心。七主，我睡屋里的软榻。想了一下，点了点头。孙家的人都不错，这样也算是安了孙家的心吧。而苏月瑶不知道的是，离院子不远处的一间房间内，崔阳趴在窗户的缝中看着院子里的2人。易阳，七主是不是同意让孙世军陪着了？是啊，2人都进屋了，我还以为七主会拒绝呢。孙世军人可不傻，我让天一说的那话就是告诉他，七主屋里没有其他郎君，他要把握机会。而且我觉得七主也会安孙家的心，今晚让孙世军留宿。星辰，你真是算无一策，这又是一个好的开始。孙家如今已经归到七主身边，以后孙家背后的孙家军也是七主的依靠。今日七主让孙世军留宿，孙府众人知道后，双方也都更安心了。确实如此，这事儿我们还不能明说，怕七主反感。但是如果是孙世军自己提的，七主能不能同意，就看孙世军的了。好在结果还算不错，我去休息了，你们2个也休息吧。而屋里的苏月瑶看着孙一白缩在小小的软榻上的时候，又有些心软。你去睡床吧，我睡软榻。七主不可以，我怎么能让七主睡软榻？七主，你去休息吧，我没事的。我边防巡逻的时候，还没有软榻睡得舒服呢。那你和我一起睡床上吧。之前他们2个已经躺过一张床上了，也不在乎这一次。七主，真的可以吗？早点休息吧。最后，苏月瑶躺在里面，孙一白躺在外面。有些疲惫的苏月瑶没一会儿就睡着了。孙一白听到苏月瑶均匀的呼吸声，轻轻地搂着她。第2日，孙府众人得知孙一白宿在了苏月瑶的屋里，心里更是放心不少。苏月瑶什么也没有多说，也没有解释，因为她无从解释。孙府众人明显更开心了，孙母更是开心地拉着他说了好些的话，一个解释不好，让孙府知道他们只是盖着一床被子，什么都没有做，就更麻烦了。就这样，又在孙府待了2天，这2晚都是孙一白陪着的。虽说他们都羡慕，但是他们也明白妻主的用意，而且孙一白私下也和他们说了原因，也告知他们
妻主并没有和他真的在一起。但是公羊、入鱼他们也羡慕他晚上能搂着心心念念的妻主睡觉啊。而今日苏月瑶终于等到药老回来了。本来他就想在孙家歇上一日就启程的，但是遇到药老去山里采药，就多等了一天。星辰一直有些担心苏月瑶的身体，想着药老把脉之后无事再准备出发。此时所有人都盯着药老给苏月瑶把脉的手，大气都不敢喘。之后药老的手从苏月瑶的手腕上拿下来，星辰就问道：女君身体可有恙？这苏女君应该是有了身孕，刚满或者还未满1月，这月份太浅，脉象很弱，有些气血不足，倒是影响不大。大皇子、星辰他俩听到后面带喜色，之后又同时看向韦继华、崔阳大皇子。孩子可是要从他们3人中诞生的，就是不知道这次会不会还是双生胎不同父了。士军们的眼中都带着一丝的羡慕，他们也想妻主给他们生孩子呀。如今首要关键是和妻主宿在一起呀。除了一白混上晚上和妻主单独的睡觉，他们连这机会都没有。唉，药老能确定我肚子怀的是几胎吗？女君啊，如今确定不了，要等脉象全部显出来。现在这月份太小了，外面的大夫啊，他都不一定能给把出来。而且女君啊，如今这有孕率低，您还觉得这胎会是双生胎呀？我就想想，万一是呢？那为何孩子的父亲没有孕吐？当初知道他有孕的时候，芊前面吐的可是相当的惨呢。刚怀上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这要满1个月到2个月之间，男子才会有反应。估计啊，等不了几天，你这孩子的父亲就要开始吐了。如今女君有孕，能赶路回去吗？可以赶路，等胎儿满1月了，女君最多是嗜睡一点。但是这孩子父亲要是赶路，怕是就要遭罪了。不是有药丸吗？阁主，你忘了，刚开始孩子父亲孕吐是吐得最狠的时候，那是身体的自然反应，吃这个药丸用处不大，得到1个半月甚至2个月的时候吃才能减轻呢。他又不是神人，当初阁主在女君有孕的时候离得远，又一直用内力压着，才吐得轻。后面见面吐得狠了几天，再后面吃药丸能压制住，那是因为女君孕分大了。药老，药丸他们前期用不了啊。是啊，女君啊，到时候让他们离得远一些吧。苏月瑶有些皱眉地看着大皇子他们，他心里一直觉得有药老的止吐药丸在，想来他们会好一点。完了，他们怕是得难受几天了。芊刚开始不见他都吐得下不了床。旗主，我们能忍的，你按照你的想法来，不用顾虑我们。旗主准备打算如何？是在东边关生下孩子，还是我们启程回去？如今已经11月份了，离过年也就2个月左右，留下来我们就要在这里过年了。是啊，旗主不用顾虑我能受得住。韦继华也点了点头，让苏月瑶不要有顾虑。我想回去，你们3个要不趁着没有反应，起码先走。路上看谁开始吐了，也能照顾着。旗主，他们3个先走，在路上要是他们3个都吐了怎么办？那个画面顿时就出来了，3个俊美无双的公子弯腰扶着树，不停干呕。旗主，我们想跟你一起，要是真的不舒服，我们3个就坐马车。旗主，我不要和旗主分开。我也是。那好吧，收拾行李吧，我们明日就出发离开。一白，我有孕的消息不要告诉孙府其他的人，我怕他们担心。好的，旗主。晚上，苏月瑶躺在星辰的怀里，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不用早娃了。今晚是大皇子他们3个兴奋过头了，不然也轮不到我陪你。啊，现在还不确定有谁的呢，他们兴奋什么？要是没有了，岂不是失望？那还不是妻主厉害，第一胎生了2个，还是按照怀2个说，他们3个中间必有2人，还是有很高的几率。妻主想有谁的孩子？我觉得都可以啊，生下了都是咱们的孩子。我本也打算给你们都生孩子的，就是这次回去了，要好好弥补远意和远景了。等这次生完了，一定要给他们生。他们不会怪妻主，如果这胎有继华的孩子，是个小女君，
她将来是东离国未来的女皇，对妻主只有好处，妻主将来什么都不用怕了。确实是，不知道孩子是否喜欢，可惜他没有得选了。妻主，我怎么觉得你这话有点开心呢？哪有，孩子们有出息了，将来我这个老母亲才更好抱大腿呀。妻主，你靠着他们还不如靠我们。过了10几年，咱们的年纪都……苏月瑶觉得一侧有些凉凉的，停下要说的话。妻主原来是嫌弃那时候我们年纪大，妻主要不要补偿最近我一人独守空房的苦楚？苏月瑶看着此时有些不好惹的星辰，想要往床边挪挪，但是星辰并没有给苏月瑶逃脱的机会。好不好，妻主？星辰带着一丝撒娇的意味，苏月瑶整个人都酥了。他在逗弄她。明日我们要赶路呢，不合适，不合适。我轻一点。星辰直接亲上了苏月瑶。1个半时辰后，星辰放过苏月瑶。苏月瑶躺在床上，有些昏昏欲睡。星辰带着宠溺的笑容搂着她睡了。翌日，苏月瑶打着哈欠，在孙府众人的相送下离开了东边城。此时，马车车厢里坐着崔阳、大皇子和韦继华，这还是崔阳第一次坐马车陪他呢。看来有孩子的事情对他冲击很大呀。易阳，你这是难得不骑马了？妻主，要是你有了我的孩子，就得有段时间不能看到妻主了。我想和妻主多待一会儿。当初主君开始吐的时候，简直不能看见妻主，但是不看见妻主也会不停的干呕，饭菜更是挑剔的不行，吃了吐，吃不到也吐。主君被折腾了1个多月，后面药老给的药丸才好了一点。其他人也知道孩子会是他们中间的，都把陪在妻主身边这几天留给了他们。你们还是别激动了，先做好准备。当初芊芊和星辰吐的样子很惨的，特别是星辰，当初他还和他闹着，甚至故意和他待着。武功那么高的星辰，吐的床都下不了，可以想想那个过程有多煎熬。心疼现代怀孕产子孕吐的妈妈们。妻主，我们愿意的，你能给我们生下孩子，受点罪算什么？苏月瑶看着他们3人还是这么激动，她不想说什么了，反正难受的是他们。她生的时候又一点都不疼，生完了身体还更好，好处啊真的都让她给占了。他们喜欢就好，如今也不能反悔了呀。她真的好奇到底怀的谁的孩子吗？其他人更是每日都会问他们3个。殿下，您今日想吐吗？崔策军，你想吐吗？韦策军，你想吐吗？这3句话成为了众人每天都会问的话。许明鹤更是一有时间就观察他们3个，或者看着他的肚子，问他什么感觉之类的。苏月瑶有种他们再不吐，他都怀疑自己没有怀上孩子了。药老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不吐，我吐？苏月瑶这几日在马车上晃晃悠悠的，晃得都有些想吐了。老夫从医这么多年，从未见过女君孕吐的。他们没吐啊，那就证明是月份小啊！不着急，女君应该趁着他们不吐，赶紧赶路回去。好吧，我就是太好奇，肚子里到底有谁的孩子了。女君，你不要抱有太大的期望。上次您怀的双胎啊，已经打破了几10年的记录了。女君是觉得双生胎这么容易的吗？亚拉，你要往好处想，说不定我就有这运气呢，这胎也是多胎呢。他有那么多的郎君，都想给他们生孩子，虽说从怀到生没有感觉，但是要一个一个生，生到什么时候啊？他还想把凤都那群以老为尊那些世家大族打败后，带着郎君们、孩子们四处游玩，找出风景好的地方隐居呢。药老看着苏月瑶这个样子，也不再多说什么。过不了几日，有郎君吐了，他也就死心了。他最近几日很是嗜睡，几乎白天都能睡上3、4个时辰，所以赶路比去东离国时要好受了许多。而此时马车上其他的3人，崔义阳、大皇子、韦继华3人顿时感觉很是难受，直接出了车厢。留在车厢的苏月瑶有点懵，他们3个不会开始了吐了？她真的怀了他们3人的娃？她的肚子真的这么强的吗？
这天是不是要变了？心里是有期待，等到期待成真的时候，他自己也激动了。其他人也都围了过来。殿下他们有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啊，今日他们比平日安静一些，我就在马车上睡了一会儿，刚醒来就看着他们3个冲了出去，早起也没有发现他们难受啊。妻主不会真的怀了3个孩子吧？连后面刚从马车上下来的药老听到公羊若愚的话，有些结巴地说：这是真的吗？女君真的怀了3个孩子？药老，我们不确定，但是大皇子他们刚刚想来是不舒服，去了林子里面，我们要等他们回来问问情况。慢慢的，其他人眼底都带着一丝的凝重。妻主要是真的怀了3个，他们回到凤都，那天就要变成什么样子呀？他们其实心里一直觉得妻主有机会怀上双胎，觉得3胎的可能性很低，毕竟这样的情况上百年间都不曾有过。这样的震惊的事情要发生到妻主的身上了，这天哪，他们能罩得住吗？连一向话多的许明鹤都没有吭声，这事情确实是太过震惊了。你们都什么表情啊？如果真的怀了3个，你们不高兴吗？当然高兴了。南风、公羊，你们2个去看看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好的，妻主。妻主，先别管他们，用午膳吧。如今你的身子更重要些。那好吧，一会儿等他们回来了，我们就知道结果了。大皇子他们3个刚进林子，易阳，我肚子有些难受，翻涌的感觉，你有没有？殿下，我也有，我感觉甚至心口都有些不舒服，想吐。崔阳直接往前面走到一棵树旁，直接吐了出来。崔阳吐的一瞬间，大皇子和韦继华也忍不住的吐了出来。殿下，这是妻主有我们的孩子了。想来是的。叶阳，你有没有带水？起码没有带。之后3人谁都没有说话，都在不停的干呕，直到把肚子里的食物吐了个干净。而此时进了林子里找到他们的南风和公羊若愚，看到他们的样子的时候，直接震惊加愣住了。只见大皇子他们3个人各自扶着一棵树，还一直不停的干呕。2人此时的脸色都开始有些苍白，甚至是脸上都开始冒冷汗了。新策君，前几日不是说了用内力可以压一压吗？试了吗？我一直在压着，但忍不住。这怎么敢撸啊？这3人的战力都不低的吧？如今直接比待宰的羔羊都弱。南风，咱2个怎么把他们送到马车上？公羊若愚的神情也有些不自然。此时他觉得药老说的保守了，星辰简直没有说实话，还有妻主应该再派1个人过来的，他们2个看不过来3个人呢。想要孩子，原来男子会吐成这样吗？公羊若愚第一次因为生孩子这个事情产生了质疑，这罪确实是有些……哎呀，其实子嗣嘛，也不定非得要的。苏月瑶此时已经用过了午膳，看着还没有回来的几人，有些担心了。星辰，要不要过去看看？再等等吧，刚刚南风吹了召唤风羽卫的信号，想来他们都有反应了。妻主真厉害，一次3个孩子。就在这时，公羊若愚扶着大皇子过来。苏月瑶看到此时大皇子脸色苍白，脸上还有冷汗，下意识的想快步上前，就发现他剧烈的干呕着。苏月瑶停下脚步，就听见大皇子干呕的断断续续的说道：妻主啊，你别过来啊！后面跟着的崔阳、韦继华也都开始了，顿时画面有些乱呢。苏月瑶直接躲在了星辰的身后。你们还好吗？妻主，我们没事。天一，让女军上马车，孙世军、许世军、蒲世军，你们3个陪着妻主先往前走一段路，暗处的暗卫都跟着你们。是，主子。殿下、易阳、季华，你们现在运用内力，把那股难受的感觉压一压，心里别往妻主身上想，让自己保持心无杂念。几人听到，开始运转内力，然而效果并没有多好。
当时他没有见到妻主，吐的不是很厉害，一来是他外出办事没有往妻主有孕上想，二是他内力深厚，他们还是和自己差了那么一点，这时候一点点内力的差别就显出来了。还有，如今你们也别操心妻主的事情。妻主的肚子怎么这么给力呀？他都有一刻的慌乱了，这是个什么摊子？看来以后妻主有孕也得留好重要护着的人，不能都吐吧。殿下，你们3个坐在马车里跟着我们，禁军和风雨卫各出一半守着你们。这还有一大半路要赶呢，如今吐成这样，一点战斗力都没有，出事了可怎么办？殿下，新策军不放心你们，妻主也不放心，我们士军可以每日轮流安排1人守着你们，这样也能随意联系上新策军他们。那就这么办吧，你们先上马车，实在难受就半躺着。星辰皱眉的看着眼前的3人，真是头疼极了。阁主，这正常反应没办法解决，他们刚开始吐的时候最严重，如今啊，最好的方法就是离女军远一些。还有啊，可以让他们少想女军，这说不定会少吐点。阁主，你当时在外面就没有吐得很严重，应该就是太忙不怎么想女军的缘故。以后这话不准再说。星辰冷冷地瞥了药老一眼。哎呀，阁主如今把女军疼到心眼里去的，这女军即使知道你当初外出办事儿没怎么想她也不会生气的。药老，你觉得送我们回京后，我给你派到总部怎么样？听说玄字辈的人还等着药老回去呢。阁主，属下呀这就去照料殿下他们3个人啊。这几日他们怕是什么都吃不下了，我保证让你们安心。那就好，女军想来心里会担心他们，有药老好好照顾着，他也安心些。那就辛苦药老了。不辛苦，为阁主分忧是属下应该做的。那就这样吧，你没事就多想想，看看能不能缓解这呕吐。阁主放心，属下会好好想想的。药老差点要翻白眼了，他要是能研究出来，早研究了不是吗？他一个堂堂江湖有名的药老，受人礼遇，他如今只打去了他和女军，阁主就威胁他，可气死他了。星辰看了药老一眼后，没有再说什么，就这样，公羊若愚和星辰骑上马去找苏月瑶了。而此时坐在马车里的苏月瑶一直看着后面，他心里还是有些担心他们的，看他们刚刚吐的那个程度，是真惨呐。妻主不用担心，殿下他们星策军会安排好的。男子啊，想要子嗣，这些都是要经历的。想来比起经历这些，殿下他们心里也是高兴的。我知道他们高兴，就是有些担心他们的身子。芊芊当初反应大的时候，吐得连床都下不了，有时候一天就只能喝点水，那1个多月脸上都瘦得没有肉了呢。殿下和易阳平日里都很是关心照顾我，我心里也是很担心他们的。普安和许明鹤听到苏月瑶的话，都不知道要回答什么。这点罪虽然是不好受，但是和子嗣比不足为惧。别的女子有孕了，可不会像妻主这般关心郎君，而是高高在上的觉得他能给他们留下子嗣是天大的好事儿。女子的长辈们只会关心女子的身子，谁会去关心干呕不舒服的男子呢？普安心里想着，将来不知道妻主会不会给他们生孩子。妻主这肚子也太厉害了一些，一次2、3个的生，没几年策军他们都有孩子了。妻主年纪还如此的小，怪不得那些无私的世家非要把公子送到妻主的后院了。东离摄政王给了那么好的条件，让妻主娶了他的儿子。如果这孩子要是个女君，东离国未来的女皇就要从妻主肚子里出来了。妻主肚子里还有大皇子的孩子，这个要是也是女君，将来要是皇太女逼迫妻主，这个孩子也不是不可以成为凤鸾国的女皇。妻主这胎说不定将来会出现2个女皇，想想啊，是真刺激。崔策军的孩子要是也是女君的话，凤都崔家的产业部曲3万多禁军都是他的了。将来他甚至可以和殿下的孩子一起联手，这凤都城谁还敢招惹妻主？他前20多年经历那么多，都没有妻主产女来的刺激。他如今也挺想看看整个凤都知道后震惊的神情
会不会都张大了嘴巴，眼睛瞪得圆溜溜的？不能再想了。普安，你想什么呢？没想什么，就是觉得七主很厉害。七主，许家上百年了，都没有出现一个一口气能生3个不同父的孩子啊！我这是走了运，而且我确实是很厉害，这大概是老天让他穿越过来，附赠的能力是生孩子的。七主，我能摸摸你肚子吗？你简直太厉害了！不知道的还以为苏月瑶肚子里怀的是他的孩子呢。你摸吧。许世君啊，你轻点儿。我很轻的，孩子他们是不是能感受到我摸他们？这才1个月，孩子还没成型呢。苏月瑶没有想到普安会知道这个，看了他一眼。七主，我之前巡查的时候听到官员说过，他也是啊，当时七主有孕，就跟我多说了2句。原来如此，明鹤，你坐一旁去，别摸了。七主，我以后可不可以每天摸摸他们呀？当然不可以，他们如今那么小，等大些了再让你摸一次。那好吧。苏月瑶一觉睡到天快黑了，发现马车已经停了下来。什么时辰了？这是到哪儿？七主啊，酉时刚过，我们刚到驿站，行策军他们去查看驿站是否安全了。殿下他们呢？七主，他们的状态不适合住驿站，会暴露您有了身孕，所以啊，他们会在驿站的不远处扎营。我能去看看他们吗？不见面，远远的看上一眼。七主要是想去，一会儿问行策军吧。七主，驿站很安全，你现在要下来吗？好，我这就下来。苏月瑶感觉自己躺了一天，浑身都有些酥软酥软的。这时星辰从驿馆门口出来。七主，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挺好的，没有不舒服。殿下他们还好吗？七主，我们进驿站再说。七主，殿下他们如今身子不适住驿站，驿站人多眼杂，他们的孕吐瞒不过别人，到时候消息传出去，后面路程就比较麻烦了。回去的这段路程，我们除了能在驿站停留，路过的县城或者府城最好都不要进。七主有孕的事情必须到凤都再揭开。我明白的，我会好好配合。而且白天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睡觉，所以不用非要进城去。他大概也明白星辰的担忧，一个地方的地头蛇有时候比凤都的高官都难对付。强龙不压地头蛇，要是知道他一下子怀了3个孩子，想来对一些迫切想要子嗣的家族来说，还真的是会铤而走险的。殿下他们如今只能在外面扎营了，而且要适当的和我们保持距离。但是七主放心，我已经安排了部分禁军和凤羽卫保护他们了，药老也全程给他们调理着。那我能去悄悄的去看看他们吗？七主要是去了，殿下他们怕是吐得更狠了。等到他们好一点，七主再见他们吧。那好吧，他们吐得很吗？还好，七主要把自己照顾好，他们有药老守着。还有七主，之前你一直是殿下我们陪着的，我每日还要安排一些事情排查安全，晚上有时候不会一直守着七主，接下来士军们轮流晚上守着你，可以吗？苏月瑶被几人看着有些不自然，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她如今有了身孕，星辰不会让她晚上一人待在车厢或者房间的。殿下他们又吐成了那个样子，他们都无法见面。都是自己的弑君，早晚也是他的人，他已经想开了。星辰见苏月瑶同意了，心里也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再快赶路也要10多天才能到达凤都。大皇子那边传来消息，他们下午在马车上干呕了1个下午，3人几乎只能半瘫在马车里。之前一路上，大皇子主要负责照顾七主，他和易阳负责安排一路的安全问题。如今就剩他一个管事的，七主要是再不让士军们守着，他怕是要发愁了。士军们如今又都没有成为七主的人，他心里多少也不能完全的信任他们。毕竟男子名节真的很重，男子尸身给的女子，整个人和心都会放得实实的。这返程回去10多天，七主要是能睡其中1、2个就好了，他也能放手轻松一些，这也是他想到的。主子，附近有人在查探我们的身份，暗处的人都给我盯紧他们，不准他们接近2楼。好的，主子，属下这就去安排。七主，我要出门一趟，你看看谁过来侍奉你。你看着安排吧。好。南风在殿下那边守着，回头我会和他单独去说。如今七主有孕，我一人确实照看不来七主，你们又都没有成为七主的人，所以这将是你们最后一次反悔的机会。一旦七主要了你们，就彻底是他的人，
而且不能做出伤害他的事情，不然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甚至包括你们身后的家族。星策君，我想成为七主的人。我不后悔。我想和七主在一起。我此生只会有七主一人，不会背弃他。四人把自己的心里话说了出来。星辰看着他们的样子不似作假。以后你们每日出一人，轮流护着殿下他们。今日是南风，明日一早你们自己安排轮到谁，你们自己决定。谁去七主房里怎么个顺序，都你们自己决定。暗处有人在查七主的身份，许世军，今晚跟着我把人给揪出来。好的，星策君。你们3个自行决定吧。还有一点，不准强迫七主。你们能不能得到七主认可，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以后到凤都前，一人晚上在房间陪着七主，一人守在房间外，随时观察。星辰说完，就示意许明鹤跟着他走。公羊、若愚、孙一白、普安3人互相看着对方，一时之间谁都没有说话。我们抽签，谁抽中短的，今晚去屋里陪七主如何？普安和孙一白2人想了一下，没有意见，点了点头。没想到是我呀。孙世军，今日你在外面骑马领了半天的路了，我晚上在外面守着吧，你好好休息，待明日去和南风换下，如何？好，我没问题。今日怎么是你过来？我、普安、孙一白，我们3人抽签决定的。但是七主，我们是按照长短决定的，我动了手脚才成功的，不然今晚谁进你屋子不知道。他们2个没有发现你的小动作？一白没有发现，今晚让他回屋休息了，明天顶替南风保护殿下他们。普安发现我的小动作，还说了我，他今晚在屋外守着。这话你告诉我，不怕我对你有意见吗？觉得你心机深沉？不管七主怎么看，都不能欺骗七主，我只想留宿七主房里而已。七主，你要了我好不好？这样星策君也能放心把一些事情交给我来处理。七主，好不好？如今你回到凤都，众人知道你又有孕了，各方势力都盯着你，你不要了我们，主君殿下他们也不会完全信任我们，好不好？七主，这是不是太快了？要是接受了，以后他的腰，哎呀，不行不行，他的腰受不了啊！七主，公羊别，等我生产完了再要你们好不好？七主，如今你怀了3个孩子，回到凤都将面对的形势比之前更严峻。你要是不想再去郎君，我们要抵抗那些家族，我们没有成为你的人，主君他们不会安心的。我们的家族，他们也不会用全力帮助七主。七主之前生的2个女君，在外并没有说是不同父，这次回去瞒不住的。殿下的孩子一旦是女君，就是和太皇女一样，有同样的继承权。凤都的那些世家不是傻子，送男子入府，让你生下孩子，将来他们更会去想扶持殿下和您的孩子成为女皇，这样世家才更有权势地位。苏月瑶越听越心惊，她将来把这3个孩子生下来了，是不是太过轰动了？他们也不一定是女孩啊。那七主也厉害呀，一口气怀上3个，下次还有机会。七主，你如今的年纪还未到20岁，七主，你要了我好不好？供养家族以后都会站在您身后，朝堂上，包括七主将来推广种植，供养家手里的庄子田地，佃农都是最多的。等我回去了再要你们不行吗？让我缓缓。当然可以，但是我不想等了。七主不要了我，星策君就无法100%信任我。接下来回城的路靠他一个人。星策君是很厉害，但是总会出现漏洞的时候，我不能再让你出现一丝的危险。那七主能否告诉我，为什么不能现在要了我？公羊若愚语气中既有疑惑，又饱含着深深的委屈。他的目光始终看着他，似乎要透过他的眼睛看到他内心最深处的想法。苏月瑶被公羊若愚看得一颤一颤的，他心里确实已经在慢慢接受他们，对他们几人也做不到之前那样放到忘忧居的时候。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段时间他们时时照顾他，遇到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挡在他的身前。他们个个出色优秀，他真的很难忽略他们。但是他的腰啊，哎呦，怎么办呢？七主，你告诉我好不好？因为我腰会酸啊。七主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我不让七主腰酸好不好？公羊若愚毫不犹豫地向前凑近，双唇瞬间覆盖住了苏月瑶的嘴唇。
他轻轻地吸吮着他柔软的唇畔，一点点地展开对他的攻势。苏月瑶完全没有预料到公羊若愚会如此大胆和热烈。1个半时辰后，以苏月瑶的求饶而结束。听着刚刚里面的动静，女君没有一丝的不满。公羊弑君不愧是公羊家族出来的人呐，这一刻天一都有些佩服他的能力了。而守在一旁的普安眼底带着一丝暗影沉思着。他知道今晚公羊若愚会有1半几率成功，他心里也是希望他能成功的，不然他刚刚拆穿他后不会让他进妻主的房间。他心里明白公羊为何要第一个进妻主的房间，因为他是最有把握能让妻主接受的人。孙一白性情耿直，只要妻主说不，他就不会逾越一步，这样短时间根本就不行。许明鹤连妻主的心思都猜不出来，妻主不同意的事情他会乖乖的做，所以他也不行。南风，妻主一直对他有些意见，觉得他心思深沉，妻主会不会和他同宿都不一定，更何况是在一起了。到了他自己也明白，妻主之前一直都没有把他当作郎君，觉得他是走投无路了，搬进他的宅子。上次他虽说让妻主心疼了一下，但是上来就接受和他在一起，妻主的心里那关是应该过不去的。而他心里也带着一丝自卑，妻主的拒绝他怕是不会继续诱惑或者说服妻主要了他。最后只剩下了公羊若愚。他相信公羊家族培养出的公子各方面心智能力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如今妻主身孕问题，星辰一人负责回去的安全，这一路要经过的县城府城要排除一切中间的危险，包括打探的人。想要把妻主有孕的消息瞒得死死的，简直是太难了。这个时候公羊若愚成为妻主的人，他就能上手帮助星辰。这和妻主先宠幸谁，或者他们弑君中谁先都不重要了。他们都更想妻主能安全地回到凤都，和妻主的安危相比，任何事情都是小事儿。而且公羊家族的势力也比其他弑君背后的家族底蕴更深，妻主要了他只有好处。翌日，苏月瑶在马车里晃晃悠悠下醒来，睁眼就看到了满脸幽怨的许明鹤和南风。完了，她真的成了渣女了，见一个爱一个的典型代表。妻主，苏月瑶有些尴尬看了他一眼。哎呦，这下面不会要把他们4个也都给睡了吧？不行，他的腰，不对，他的腰好像并不是很酸，这是不是公羊汤温柔导致的？昨晚的幅度一点都不大，又舒服。他又想什么呢？妻主就这么喜欢公羊吗？妻主为何不喜欢他呢？他明明事事都按照他那些个父亲说的做的呀。苏月瑶再次听到许明鹤的声音，有些不自在。明鹤，别缠着妻主，妻主饿了，要用膳了。那个南风，殿下他们还好吗？还好，药老在守着，不会出事，妻主安心便是。事实上，殿下他们并不好。晚上他们还陆陆续续的瘫在马车里干呕着，今早他们3个几乎苍白的脸，那样子要多惨是有多惨，简直是破碎般的感觉呢。这要是让妻主看见了，非得担心死了。而且从昨天他们开始吐，一直到清晨，他们都吃不下饭，最多喝了一些水，但是也很少。药老让他们吃了几粒滋补的药丸，让脸色好了一些，不然真的是惨白的吓人。没想到干呕会把殿下他们折腾成这个样子。关键是在他的印象里，男子因为妻主有了孩子，虽说会干呕，但是应该不会像殿下他们那么严重啊。南风此时的脑子里都是充斥着干呕的声音，而且是3个人的声音，因为这声音他都有些不想用膳了。这样的状态简直是太受罪了。但是殿下他们在他回来的时候又断断续续特意的交代，不让妻主过来，也不要说他们的真实情况，不要让妻主担心他们，要他们一定要好好护着妻主。听说干呕还挺难忍受的，到3个月不吐的时候，又该格外的想要黏着妻主，无时无刻的想见妻主。但是女子后院的郎君何其的多，女子怎么可能让一个男子时时刻刻黏着她，守着她呢？干呕是身体上的，可以远离妻主，但是黏着妻主就是精神上的。女子在哪个时期都不会特意在意男子的心情，
想要黏着妻主时，大部分男子都会靠着妻主的衣物撑过来。唉，男子要个孩子怎么就这么难呢？受的罪还真多啊。真的吗？当时芊芊和星辰吐的时候很难受的，是不是殿下他们怕我担心，故意让你这么说的？妻主说的没错，殿下他们确实吐得不舒服，也怕妻主忧思，如今妻主也不能过去，不然他们会吐得更惨。让药老照顾好他们，我会离他们远一点，不看他们的。好的，妻主。星辰和公羊呢？他们干什么去了？妻主，昨日驿站有人暗地里想查你的身份，晚上我和星辰抓住了一人，那人是附近县城里一家富足的护卫，他们主家有一个21岁的男子，长相不好，一直嫁不出去。他们就观察来往住驿站的女军，想要找适合的女子娶他们公子，妻主应该是被看上了。公羊已经去了附近的县城，一是暗中给他们一些教训，二是要采买一些药材之类的。新策军已经在前面路上排查安全问题，要找适合晚上过夜地方。苏月瑶听到有些不知道说什么了，他们都是为了自己，什么都要提前安排好，保他周全，护他安危。妻主要是累了就再睡一会儿，他们应该下午会回来。我现在还不困。妻主，你是不是不喜欢我打打杀杀的？当然没有，你打打杀杀是为了保护我。我觉得你杀气全开的样子很帅，就是很俊的意思。妻主，你把我夸得这么好，你什么时候睡了我？你都睡了公羊了，公羊的武功还没我高呢，我很强的，我一定可以让妻主。停，等等，明鹤，如今我们赶路中，不适合说这些。他一定可以让他怎么了？这话是可以当着其他人的面说的吗？许明鹤的武功啊，就应该多分给脑子一点。妻主，那我不说了，那妻主得答应我把我睡了，不一定在驿站，在其他地方也是可。停停，明鹤，你要是再说这些，你就去和普安换换位置。妻主，你不喜欢我，一点都不喜欢我。我父亲就说我天天打打杀杀的，就没有女军喜欢。你别哭呀，我刚刚不是说了，觉得你打人的样子很俊吗？没有讨厌你。那妻主什么时候睡了我？苏月瑶心累的不知道要怎么说了，看向一旁一直看戏的普安，示意他赶紧说两句。妻主，你不说话就是……许世君啊，你这话要在只有妻主和你们2个人的情况下问，不然妻主会不好意思的。啊？为什么？我父亲和其他父亲和母亲谈论这些从来不避着的呀。而且我父亲安排其他父亲侍奉母亲，有时候安排2个父亲一起伺候母亲，母亲也从来没有不好意思的。许明鹤那双带着泪水的眼睛，此刻全是疑惑和迷茫。我操，3人行呢？这里这么开放合适吗？南风看着已经红着脸的苏月瑶，有些无奈。他也不知道妻主为何在这方面这么害羞。女子娶夫宠幸男子不是正常的事情吗？他心里其实和许明鹤一样很迷惑，但是呢，他没有许明鹤那么傻，直接问出来。妻主，许明鹤，你给我闭嘴！再说我就生气了。妻主，你凶我。许世君，妻主比较内敛，容易害羞啊。他刚刚不是凶你，是实在不好意思。你再哭，这妻主可真要生气了。妻主，我不哭了，你别生气了。我不生气，别哭了。妻主，我真的好喜欢你，好喜欢，好喜欢。我只是想真的成为你的人，你要是不好意思，我以后就不问了。他从进后院都乖乖的，不会因为他的武功而去欺压其他人。星辰叫他帮忙，他都是规规矩矩的听吩咐。他有危险的时候，他会第一个冲过来帮他解决危险。他知道他气势很强，但是在他的面前总是收敛着，只给他留下温和的样子，没有在他的面前表现出一点。对不起，我刚刚不应该凶你的。妻主不要道歉，你是女子，怎么能给我说对不起？不能的。那我刚刚凶你，你是不是很难过才哭的？我让你难过了，给你道歉是应该的呀。但是你以后不要当着其他人的面问这些问题，我确实是不好意思。我和其他的女子不同，我觉得男女之间亲热的事情是2人之间的秘密，我也做不到和你的母亲那样。我知道了，以后不会了。我以后悄悄问妻主要不要睡我。苏月瑶听到这里，顿时脸有些裂开。他刚刚为何要心疼他？他是真的安慰他，而他一心只想要睡他。南风默默地看着2人，
他的手紧紧地握着。妻主貌似对谁都可以心软，唯一对他不会。他要如何做才能靠近妻主呢？刚睡了公羊若愚，就让他继续睡其他的人，他需要缓一缓。折腾了一个上午，在马车晃晃悠悠下，苏月瑶成功的睡着了。妻主为何不回答要不要睡了他呢？他真的是想要成为妻主的人吗？公羊连自己的威压都撑不住，怎么就成功了呢？越往凤都走，妻主受到的关注就越多。徐世俊，要是有机会和妻主早点在一起吧。你不想和妻主在一起吗？我想，但是妻主不一定会接受我。我之前和妻主有些不愉快，妻主觉得我心思深沉，想来不会轻易要了我。你还能和妻主不愉快啊？妻主这么好的人，性情温软，心软的要命，还会安慰我们，只要不是太过分的要求，她都会顺着我们。这么宠我们，一点都不怕我们恃宠而骄耶。这么尊重我们，相信我们的妻主，我真的好喜欢。还有，我都觉得我母亲没有一点比得上妻主的。南风听到这些话，心里直接被扎了一刀，甚至涌出了一丝的悔意。他当初就不应该用威胁的那种方法来嫁给妻主，也许他只需要好好的和他说一说，再一直追着他，他到最后也是会同意的。普安进府的原因众人都知道，但是普安求了妻主，妻主就收留了他。妻主真的和他以往见到的女子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许明鹤不再理南风，而是继续看着熟睡的苏月瑶。他的妻主他怎么看都看不够。等到了约定的地方的时候，星辰和公羊已经在等候了。怎么晚了半个时辰？路上可是出事了。公羊，你去马车里陪着妻主。好，你们先说着，我在马车陪妻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普安说了马车被山匪袭击的事情。那妻主可有受惊？南风说了在树林的事情，星辰越听脸色越不好。山匪和那个杀手呢？禁军押着山匪去了前面不远处的山里，那名杀手凤羽卫押着呢。蒲世军、许世军，你们两个在此驻守着妻主，直接扎营吧。这附近没有隐患，我和南世军去审审，天黑前回来。许明鹤本来也想去的，但是听到星辰的安排，没有再出声。他要是去了，公羊和普安的武功还是差一点，万一再有人来，妻主会有危险。一定把谁伤害妻主的事情查出来，妻主由我守着。新策军，你们放心。好。星辰和南风直接闪身消失了。妻主，你醒了？有没有想我？昨晚发生的事，难道你要不认账，下了床就不承认了？这里睡了男子，男子才是受害的一方，一辈子只能从女子而过。妻主今天有没有想我？昨晚我伺候的好不好？我今天出门办事，满脑子都是妻主，很想妻主呢。还有妻主，你的腰今天起来不酸吧？你别问也别说了。没留宿他房里以前，面对他是彬彬有礼，一点都不敢放肆。这得到手了，怎么就这样了？男人呢，不要总想着诱惑我呀。那妻主说一句想我了，我就不问不说了，好不好？苏月瑶看向公羊若愚，发现他眼底带着笑意，一副满足的神情。为何他不害羞啊？他昨晚好像还很有经验。但是他是有看到他手臂上的手工纱，男子在这方面真的是无师自通的吗？还有，这世家大族的公子都教的什么啊？妻主真的一点都不想我的吗？才不想，你昨晚就是典型的诱惑我。哼，确实是我诱惑了妻主，那妻主要怎么罚我？罚你别抱着我。妻主，我好难过。妻主，你就是喜欢公羊，你都想他一天了，今日可是我陪你一天。明鹤，我们到哪里了？已经到了和新策军碰面的地方了，普安在安排扎营的地方。那星辰去哪儿了？新策军和南风去审山匪和杀手了。我下去走走吧。膳食已经在准备了，还要稍等一会儿。我刚睡醒，不是很饿。我们在这儿扎营，殿下他们三个在哪里啊？这个山坡下面就是殿下他们扎营的地方。你们谁能带我过去啊？我远远的看他们一眼。妻主，我带你去吧，这里就我武功最高。妻主，你让明鹤抱着你，我们一起过去看看。妻主再不说，心里也是一直放心不下的，去看看也无妨，最多让殿下他们多吐上几下。而此时
这边已经扎好营帐的孙一白惆怅地看着马车里吐得一丝力气都没有的三人，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马车不是很大，他们一直都是半躺着，也不舒服。今日扎营也想让他们三个舒服一些，但是他们都吐成这样了，一会儿他直接抱着他们下来，会不会不合适啊？但是他们这样能走吗？要不让暗处的人出来一个背着。殿下，已经扎好营帐了，要下马车吗？孙世君，麻烦你扶我一下。孙世君，我要下去，你扶我。好的，殿下。崔策军，你们先别急，我这就扶你们下来。殿下，好难受啊！这会儿怎么了？感觉更难受了。我也是。另一辆马车上的韦继华拉着药老也在干呕着。韦继华感觉他再吐下去简直是可以上天了。他不是没有见过男子干呕，但是他们最多也只是肚子不舒服，用膳时或者不能闻到不好的味道。晨起时干呕难受，他和殿下一阳为何从早到晚都在难受啊？药老整个人脸上都是黑的，他整整听了3天的声音。药丸，要是能练出来，他用得着待在车厢里听你们干呕吗？要不是这荒郊野外没有新的马车，他至于吗他？药老此时心里也是崩溃的。苏女君呢，你肚子怀的娃到底是要干嘛？这么能折腾，他也是第一次见这么能吐的郎君们。妻主怀的孩子这么闹自己的父亲吗？看他们这样，他都不想要子嗣了。反正孙家也不指望他，简直是太吓人了。大皇子他们从他今早过来只喝了水，这比上战场感觉都难活着。加上今天才吐了3天呢，接下来的1个多月可怎么活呀？算了，他还是和妻主待一起吧。子嗣此时也不是真的那么重要了。韦策军，你还好吗？要下来吗？孙世君，你要不上来把我打晕吧。韦继华干呕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断断续续地说道：我是世君，不能对你动手的。他打晕你也没用，等你醒了，吐得比现在还难受。哼，还要子嗣呢，这点罪都受不了啊！孙一白看这情景有些无奈，站在马车下面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而这边苏月瑶已经到了他们扎营的地方，只是在山坡上远远地看着，没敢上前。妻主，我先过去看看殿下他们的状态，再看看你能不能过去。好，你去吧，我和明鹤就在这等着。孙一白还在惆怅该怎么办的时候，看到了公羊，终于有人来了，救星啊！公羊，你来了，来，先帮我把殿下他们扶到营帐里吧。公羊若约看着孙一白如此激动地和他说话，他有些茫然。平日沉稳不好说话的孙一白还有这么生动的表情，但是当他看到大皇子和崔阳的时候，才明白那不是生动的表情，那是被逼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此刻的大皇子和崔阳几乎是瘫在了马车里，捂着嘴干呕，几乎没有停顿呢。公羊，你怎么来了？是不是妻主出事了？妻主一直很担心你们，想看看你们。妻主在前面不远处的山林里，我们没事，让妻主赶紧离开。崔阳总算是知道他们这会儿为何吐得这么狠呢？原来是妻主来了，他心里也是想念妻主的，但是如今不吐了才是最好的。妻主啊，你可别过来了，我们都快吐死了。公羊，你们护着妻主，别过来。公羊若约看着大皇子和崔阳干呕的样子，怎么就这么惨呢？他走到了韦继华的马车边，又听到旁边韦继华的声音，头大。公羊，
让七主远些。郎君们最近反应有些大，让女军不要再过来了，有我在啊，他们死不了。好，我知道了，辛苦药老了，他们麻烦你照过来。殿下和崔策军他们一直都吐得这么狠？差不多吧，比这儿轻一点，能连着说出来7、8个字的话，我准备扶他们下来的时候，又开始剧烈的干呕了。你说七主在这附近，不会是七主来了，他们才这样的吧？想来是的，看来七主是看不了殿下他们了。我赶紧带着七主走了，殿下他们就拜托你了。明天一早我来换你。好，护好七主，这里有我，让七主放心吧。七主，我们回去吧。你一靠近，他们干我的更严重了。100守着不会出事的。苏月瑶听见后有些失望，但是也不想让他们再受罪了。公羊，你看到殿下他们吗？看到了，他们除了干呕也没有什么。七主不过去，他们会好受些。那叫没什么，他刚刚差点没有认出来。殿下崔策军以往在他们面前都是金贵的贵公子，有时还带着上位者的压迫感。他们的面容肉眼可见的直接消瘦了一圈，眼底轻盈，一股沧桑的感觉呢。这些还是不要告诉七主了。唉，他们补吐了之后，第一件事看来得好好补回来，不然就这样见七主，不得让七主心疼坏了。好吧，那我以后就不看他们了，免得他们吐得难受。这边苏月瑶离开没有多久，大皇子崔阳和韦继华他们3个才慢慢的缓过来。此刻的他们简直是一丝力气都没有。七主见到殿下他们了吗？没有，我一靠近他们就难受。七主别失落，等过些天他们缓过来了，到时候七主就能见到了啊。先用膳吧，七主如今可不能饿着。今日暗卫们进山里猎的野鸡，我亲自炖的。七主，你尝尝看。好啊，辛苦你们了。都是我们应该的，不辛苦啊。新策军不过去吗？七主难得接受他们的好意，先不去打扰。回到凤都前，你们各凭本事，不然回到凤都后，你们的机会更少。南风，你应该知道回到凤都我们要面临什么，你比任何人都清楚些。我会尽力。不是尽力，而是让七主感受到你的用心。你是女皇和皇太女的人，但是你可要想清楚了，七主这次怀了殿下的胎，是个男孩也就罢了，要是小女君，说不定将来就和他们2人对上。要我说了，殿下的孩子，我倒是希望是个小女君，我大概会扶持她上位，在我们身边长大的孩子，以后坐上女皇之位，七主的日子才更自在安稳，以后才不会受凤都那些世家的胁迫。要不是我要扩大嗜杀阁的规模，为将来绵绵和暖暖打算，实在抽不开身，我都不给你们进门的机会。新策军，我很佩服你能为七主做到这些。你不用佩服我，我只做我喜欢想做的事情。我以前其实也伤过七主，如今除了爱护他外，更想让他忘记我和他的不美好。南风不相信，看着星辰。星辰这么护着七主，还曾伤过七主。他还想说什么的时候，散步消失的苏月瑶看到星辰，就快步走了过来。星辰，你回来了。你和南风回来了，那些山匪怎么回事啊？还有那个杀手到底是谁派的？山匪都是康州府所属下面县城那些没有嫁出去的男子，他们不想充军，才落草为寇。康石县的县令和他们有勾结，我们从驿站出来的时候就被他们盯上了。他们不会是想抢我上山吧？是这样没错，山里应该还有几个路过被抢上山的女子，这些女子好看的会被送到康石县。那康石县县令怎么安排这些女子的？女子不是受朝廷的保护，不能买卖的吗？七主，正常是不能，但是暗处有为官的私自豢养女子，生育子嗣什么的。这康石县的县令真是该死。七主，康石县令我已经安排禁军去查处，传信让禁军直接严厉处置县令，具体的证据给到我，我亲自上书给陛下。康石县就先由康石县的主簿管着吧。好的，七主。山里山匪怎么解决？我已经派嗜杀阁分阁的人处理这群山匪了，今晚就能处置干净。南风，你安排几个凤羽卫跟着嗜杀阁的人，妥善安排好山里的女子，还有康石县的女子。好的，新策军。那个准备偷袭我的黑人呢？那个黑衣人也算是个杀手吧，他主要是受了康石县的富商指示，想要把七主绑回去，让七主娶了他嫁不出去的儿子。这剧情是没谁了。昨晚在驿站就有一个打探他消息的，
他不暴露身份，低调一点也遭人惦记啊。这里到哪儿都是女子稀少，他们是不是见到外面的女子就想扑上来？他身边要是没有这么多的人，说不定就让这些人得逞了。一想到会被人囚禁，被圈养着不停的生孩子，苏月瑶直接打了一个寒颤。记住别怕，你有我们，任何人都伤不了你，或者勉强你。要不接下来我都穿男装吧？他进出驿馆可是都带着帷幔的，他们应该是没有见到他的面容，就因为她是女子就要抢吗？七主，你现在不能长时间骑马，坐马车的男子一般都是未嫁人的男子。那我就装扮成魏家的公子不就行了？他可是不想被人再惦记了，一不小心被掳走了，到那时候才是真正活得艰难。七主，我们这一群男子没有跟着女子，你不怕我们被掳走啊？他们个个武功不凡的，会被掳走，他怎么不信呢？他才是这队伍里最弱的，好不好？七主，公羊说的有几分道理，男子单独在外行事也有被女军缠上的可能。七主，这样就好，接下来的路程我们都绕开驿站和城池。你们看着安排吧，有没有近路能快点回到凤都的？记住，最快的路是穿过3个州府2座县城，走山路会晚几天到凤都。去东离国的时候，进城他都是禁军开道，凤羽卫守着，几乎没有不长眼的碰上来。回城他有孕了，就不敢太光明正大了，毕竟大皇子还在后面吐着呢，一点由头就能猜得清清楚楚的。在路上暴露出他有孕的事情，真的不是个好兆头。七主别想太多，路上我们都安排好了，不会出事。我知道了，那我们如今走的路大概还有多久能到凤都？20天左右吧。苏月瑶听见这20天的时间，心累呀。这里要是有飞机该多好，几个小时就能到了。记住，我们不急着回去，等20天左右的时候，殿下他们应该吃上止吐的药丸，再用内力压着，就可以进七主的身了。星辰，你选这条路是不是就打算晚回去几天，等殿下他们症状轻一点的？是有这个考量，对外可以说七主怀了殿下的孩子，等生下来再说父亲的事情。如今七主还能松前3个月吧。那我知道了，你们给主君传信回去没有？没有提七主有孕的事情，毕竟这密信如果落入他人之手也麻烦，不能大意一分，等快到凤都的时候再说吧。好吧，我回营帐休息了。七主，你今晚要谁陪你？苏月瑶看了几人，发现他们都带着期待的目光。今晚他想好好睡觉，可不想干别的。这营帐可不隔音，他要是做了什么了，可不就被全部的人都踢了床脚。虽说他的脸皮嘛也没有剩多少了，能有一点是一点的吧啊。许明鹤可不行，无时无刻的想要自己睡了的，先去掉。公羊若愚睡过了，更放肆了，去掉。之后就只剩下了南风和普安。南风心思深沉不相炫，普安上次说了可以，但是他还没有转换过来。要是孙一白在就好了，规规矩矩的，不敢逾越半步。他喜欢，可是人不在。之后他的视线落到星辰的身上，但是星辰似有察觉的笑着说道：记住，我今晚还要有事吩咐，所以侍奉不了七主。今晚还需一位弑君之夜，七主把人选好，我挑剩下的人。你的木签子呢？把签子给我，来抽签。公羊，你提前准备的签子呀？许明鹤没有参与昨晚的事情，很是吃惊的问道：是的，抽签公正公平。公羊若愚话落，一旁的普安直接冷哼了一声：公平公正，骗鬼呢！苏月瑶知道昨晚公羊若愚使诈了，所以他决定自己拿着签字来抽吧，短的今晚陪着我。普安离得最近，直接随意抽了一根长的，之后是公羊若愚，也是长的。最后的结果就在南风和许明鹤2人之间产生。众人都想知道谁会是陪七主的。许明鹤上前有些不知道选哪一个。七主，我选这个可以吗？别说废话，快点选啊！但是他的手微微的动了一下，心里在呐喊：快选这个！因为在他和南风中间选一个，他觉得他能控制住南风，毕竟2人可是从来没有太过亲密的举动。许明鹤晚上要是闹起来了，一哭一说一诱惑，哼，今晚他担心啊，真的会发生什么。许明鹤还在2根签子上左右摇摆，南风已经通过苏月瑶的细微表情动作
猜出来哪根是短的了。许世军选的太慢了，我选这根吧。是根短的。许明鹤顿时心如死灰，他刚刚就不应该犹豫。星辰看到这个结果，笑了笑，对着许明鹤道：许世军，今晚后半夜你来守夜。刚刚送上门的机会啊，这孩子就没有发现一点，看来他的脑子真是日常除了训练暗卫就没有动过了。七主脸上的表情，手上的动作都那么明显了。公羊、若愚和普安刚刚也看出来了，没想到最后抽的还能猜出来，早知道跟在许明鹤的身后了。没事儿，明天他们还有机会。今晚看七主这架势，应该也不会和南风发生什么，但是能搂着七主睡觉也是一件很美的事情。许明鹤听到后更难过了，他没有选到晚上要在外面守着七主，万一七主和南风这要是在驿站的话，说不定他还真的会和他发生什么。但是在野外，他想都不要想。南风跟着苏月瑶进了营帐里，他心里也是有点紧张。七主应该是对他最有意见的，想来也不会和他发生什么。但是今晚送上门的机会，即使只和七主睡在一张床上，他也不想放弃。他算是看出来了，星辰就是在给他们提供便利。七主，我来伺候你就行，你不用动。南风的动作轻柔而舒缓，仿佛生怕弄疼了苏月瑶一般。终于，南风把他的脚洗干净了，轻轻拿起一旁准备好的新的巾布，细心的给他擦拭后，他直接起身弯腰把他抱了起来。七主，需要我服侍你换衣衫吗？不用了，衣服我自己换。好，我先把木桶收拾了。突然，苏月瑶感觉背后一股的热源。南风收拾好回来，躺在他的身边，下一秒，南风直接从背后搂着苏月瑶。苏月瑶身子一僵，刚想开口，南风就出声了：七主，我知道你没睡，我可以抱着你什么都不做，七主不愿意的事情，我不能也不敢去做。好长时间，南风都以为苏月瑶不会回答的时候，他听见的一声，他顿时欣喜若狂，七主愿意让他搂着，以后也会慢慢接受他的。七主，谢谢你，谢谢你。你不用谢我。七主，我之前有不对的地方，我和你道歉，以后我不会再做出让你不喜欢的事情，不管任何事情，我只会站在你身边。苏月瑶听到南风的话，心里有些触动。那么优秀的人，他其实也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多了一些防备而已，竟然愿意这么低声下气的给他道歉。我知道了，睡吧，明天还要早起赶路呢。好。就这样，苏月瑶的眼皮越来越重，慢慢的进入了梦乡。而另一旁的南风还是没有平静下来。这样的情景，以往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却成功了。七主怎么就这么容易心软呢？什么样的人家能教导出这样的七主，这么轻易的接纳他？南风就这么搂着苏月瑶想了很多，慢慢的也睡了过去。翌日清晨，苏月瑶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床边半躺着的已经不是南风，而是许明鹤。明鹤，你怎么在我的床上？七主，你睡醒了？南风天刚亮就起来了，他要安排凤羽卫，所以就让我进营帐守着七主。七主，今晚我陪着七主好不好？当真这么想陪我？是啊，七主，很想时时刻刻的陪在七主身边。明鹤，我即使晚上选择了你，也不会发生什么呢？还要陪我吗？陪，搂着七主睡觉也是特别好的，七主不要不选我好不好？那好吧，今晚你陪我。七主真好。许明鹤兴奋地亲了苏月瑶一口。我要起来了，一会儿就要收营帐了，早点赶路回去，不能拖后腿。七主才不会拖后腿呢。七主，星辰，你们在说山匪和康时仙的事情吗？是沙格昨日在山里救出来女子6名，康时县衙门的暗室里救出来5名女子，县令和他们勾结的证据已经找到。蒲世军的意思是，他以巡查御史名义直接给陛下上书，要求严惩。可以，那些女子可有受伤？3人神情微顿，没有开口。苏月瑶看出来他们的神情，心里猜出来一些，说道：你们如实告诉我即可。七主派的凤羽卫回禀，那些女子不太好，有很多都受了虐待，身上都有伤，个别有些疯了。这些女子要如何安置？
如果能找到家人的话，可以由家人接走；如果没有家人，也可以在县衙登记，看看有没有人嫁给他们。要是没有人愿意嫁给他们呢？七主，这些女子会得到救治的。如今女子稀少，即使个别有些痴傻，也会有人愿意嫁的。县城里的多是嫁不出的男子，如果逃避充军，找个疯一点的女子养在后院，一点也不会影响他们在外面行事。我们要启程出发了，咱们这边的动静这么大，从这里走到官道要3天到康州府呢。康州知府啊，可是一个精于算计的人，他会查到是我们做的，我们得避开他。直接出发吧。七主稍等一会儿，孙世军应该快回来了。今日是公羊去照看殿下他们。好，那我先上马车了。蒲世军，你去陪着七主吧，下面的路程我和南世军商量着。是，邢策军。苏月瑶和普安上了马车。七主，听到那些女子的遭遇，心里是有些不舒服是吗？还好吧，只是有些可惜那些女子，想来也是虐待得很了，被逼疯的。即使她们后面嫁人了，也会被他们所谓的郎君控制。官府里哪有时间关注一个疯的女子过得好坏？七主，最起码他们还留着命，不是吗？有些时候活着才是最难的。这些山匪和康石县县令真是该死。放心，康石县令活不了，那些山匪昨晚也死伤过半，活着的也都被贬为罪奴充军了。这些人啊，一辈子只能死在战场上，而且没有军功。苏月瑶听到他们的下场，心里好受了一些。幸好在这里是对男子的贞洁看重，要是在古代男子为尊的时代，这些女子都不一定活着。但是即使这里看似女子尊贵，可是还要依附在男子的身上，他们的存在价值都是给他们生育子嗣。他只是住了一晚驿站，只因她是女子，就招来了几拨人。平常女子都待在后院不出门，确实是出来一次就容易出事，特别是这些小的县城没有身份背景的平民女子。七主别想太多，今年陛下成立了凤羽卫，女子受到的保护啊，比以往要好得多。只不过现在就是人数有限，南卫使也一直在各地建立分阁呢。凤羽卫也不可能每时每刻地保护着女子。如今我倒是明白，当初我在义县和主君成婚后，主君一直让我选郎君，如果女子只娶1-2个郎君，出远门的时候会有危险。没错，这几年凤鸾国的国库也不充足，粮食短缺，兵力不足，人口也在下降，这样啊，有些地方就会出现山匪。好一点的县令知府呢，还会想着剿匪，但是像康石县县令这样跟山匪有勾结的，也不一定只有他。回到凤都，想要做的事情好多，但是每一条出现了，推广起来想来阻力不少。这时孙一白上了马车。七主回来了，坐下吧。一白，殿下他们还好吗？还好，大部分都在干呕，膳食吃的不多，药老又给他们吃了一些滋补的药丸，不会有事的，七主。药老还没有研制出来有效止吐药丸吗？没有，药老说前期的反应大是身体上的，药物干预不了，只有在七主满2个月左右的时候，药丸才能起到大部分的作用。就没有别的办法不让他们吐吗？或者减轻他们的不适？药老也在想办法。一白，我看你也很是疲惫，你先休息会儿吧。好的，七主，我闭目休息一会儿。孙一白确实是不太好，满脑子都是干呕的声音。他真是佩服药老和韦策军待在一辆马车里了，还没有崩溃。上阵杀敌的声音都比这个好听啊！他以前防备东离国偷袭，巡逻几天，一天不怎么休息都没有觉得累的，就陪殿下他们1天1夜，他都感觉时刻处于崩溃的状态。苏月瑶他们2个听到孙一白均匀的呼吸声，知道他睡着了。普安，看来殿下他们吐的肯定很惨，不然一白不会守了一整晚。男子有了子嗣都是如此，过些天就好了。七主，你什么时候选我？什么？选他？七主，如今就我和许世军没有。别说了，这几个世军没一个是让人省心的，连平时冷静的普安怎么也开始了呀？他是已经决定了，那和他们在一起是早晚的事情，但是
在赶路的路上，他们这么诱惑他合适吗？七主能不能回到凤都前和我在一起？普安，你应该能感受到，我其实已经接受你和其他的世君了，所以不一定非要在路上吧。因为星策军给我们的时间，这在路上要是七主最后不碰我们，回到凤都之后，七主有其他策军陪着，我们就更不显得那么重要了。苏月瑶听到这里，脑门的黑线飘过。他说呢，这些人都上赶着扑他，原来是星辰在背后推波助澜呢，还定了时间，这坑挖的是真好。七主，行策军的意思是想尽快定下我们的身份，后面好方便行事。也看出来了，七主对我们不讨厌，就先让我们主动。普安，你应该能猜出来我为何不在路上碰你们吧？能猜出来一点。七主是不好意思吧？是有点，而且感情要顺其自然一点不好吗？我既然答应收了你们，即使回到了凤都，也不会抛弃你们。七主，我明白了。普安听到苏月瑶给出的承诺，心里松了一口气。他要的不多，能不被七主抛弃就行。毕竟七主再次有孕，其他世君们的家族都会护着七主，而他什么都没有，要钱没钱，要人没人的，甚至还得罪了很多的人。他只能尽力做到不拖七主的后腿就行。苏月瑶看到了普安明白他的意思，他们应该不会再想着时时刻刻的扑倒他了吧？七主，你脸色不好，我让药老过来给你把脉看看。星辰在扎营的地方看到从马车上下来的苏月瑶，立马上前问道：不用了，我就是被马车晃得不舒服，走一走，一会儿吃点东西就好。不行，药老不来一趟我不放心，殿下他们就在后面那一块地方扎营。我去请药老过来。不用去。苏月瑶看着已经消失的人，有些无奈，他真的是被颠得不舒服而已。七主，我们习武之人即使晚上也能分辨好方向的，所以不用担心孙世君。七主，这附近还算空旷，前面不远处有座庄子，这里离康州府不远，很安全。星辰，最近辛苦你找休息的地方了。还好，七主要是累，可以去康州府休息一天，殿下他们可以在这里落脚。不用，我现在不想进城。我们一旦进城，康州府会不会有人猜出来我们的身份？不会，今日我们走的是近路，虽说路不好，但是比官道路程快了一天。现在康石县的事情还没有传到康州府，他们不会认出七主。那也不去。七主，有我们在，你还怕被人掳走？怕呀，所以我们还是躲着些好。就是咱们不注意战，不进城，就是辛苦天一他们每日要扎营了。那是他们应该的。明日清早，我会派人去趟康州府采买一些东西。七主要买什么吗？我没有什么缺的，可以买一些好吃的吃食回来，不要糕点之类的，太腻了。好，我记得了。七主，营帐搭好了，你要不要看看？今晚你不是答应让我陪你睡觉的吗？顿时，不远处准备膳食的普安安排凤羽卫巡逻的南风，都往苏月瑶的方向看了过来。七主今日不用抽签，直接定人了，有进步。这个，七主，你不去看看营帐吗？他今日领了一天的路，满脑子都是想着今晚可以搂着七主睡了。终于到了晚上，他实在是兴奋呢。七主，你跟着许世军去营帐看看，我去吩咐晚上的职业问题。之后看到营帐里铺好的床，脑门更秃了。这1米的床，他们直接侧着身子睡得了，或者是让他睡在许明鹤的身上？还有，褥子为何会多铺了一层？七主，这是我铺的床，怕七主觉得褥子太硬，我特意对折，这样显得多一层，还更柔软了。明鹤，你觉得这床我们2个能睡下？当然可以啊！七主到时候直接睡我怀里，我还能给七主暖被窝，坚决不动着七主。他貌似又看走眼了，这许明鹤才是心思最多的，这铺床都想了这么多。七主，你不喜欢吗？我19父亲说的，女子很喜欢被男子搂在怀里睡，2人挤在一张床上更有感觉的。苏月瑶顿时心思破灭，有机会他一定要去许家看看他全部的父亲，看看许母许父们他们如何教出来这样的公子。走到了门口，看到天一在守着，对着他说：一会儿把里面的床再铺一下，不要太小了。好的，女君。许明鹤听到苏月瑶的吩咐，
眼底的失落是藏都藏不住。两人刚出营帐，就看到孙一白已经带着药老回来了。药老，今日路有些颠簸，七主脸色不好，中间还吐了，您把脉看看。孙一白有些担心苏月瑶，接到药老的他一直说苏月瑶的情况，虽然药老从头到尾都没有和自己多说一句话。女君啊，我给你看看，女君就是有些疲惫，还是气血不足的问题啊。这药丸女君拿着，每日吃上2粒。药老，七主接下来继续赶路，合适吗？倒是可以，就是你们选的路啊，最好平稳些。哎，孙世君，送我回去。哦，好的，七主，我把药老送回去就回来，晚膳不用等我了。就这样，孙一白又去把药老送回去了。苏月瑶看着孙一白再次消失的身影，有些无奈。我没事的，就是被马车颠得不舒服。几人用过晚膳后，那个以后你们几人轮流晚上陪我，今晚是明鹤，明晚是普安，之后是一白、公羊、南风，如何？还有，星辰，你打算什么时候陪我？哼！众人顿时好像明白七主想要和星辰说些什么，都散开了。七主这是生气，被他们缠得没办法了。你说呢？我能接受公羊，那迟早会接受他们的，非要他们在返程的这路上吗？七主是晚上在营帐里，你放不开是吗？他怎么觉得今日的星辰这么气人呢？好了，七主别生气，他们如今心思都在你身上，你早点收了他们，也安他们的心。要是不收他们也没事，他们越不容易得到，将来就越珍惜七主。你这么故意折腾的是他们还是我呢？当然是折腾他们了。最近七主接受的事情更多一些，等到回到凤都的时候，七主的肚子也就会显怀了。很多事情早点习惯也好。我只是……七主只是不好意思拒绝，有主君在时候，七主是只要拒绝，主君几乎顺着七主多一些。以后啊，七主好好享受他们的侍奉吧。弑君就是侍奉七主，七主多磨磨他们的性子，我很看好七主。过2日我们会经过一处驿站，到时候我陪七主。今晚七主既然选择许弑君，那我就不打扰了。星辰笑着说完直接离开了，留下了还在蒙圈的苏月瑶。七主，我已经准备好热水了，我先给七主擦脸洗手，再给七主洗脚。昨晚在南风那里经历过的事情又要再来一遍，只是人不一样。明鹤，你这是害羞了还是紧张呢？七主，我怕弄疼你，我轻轻地给你擦洗。许明鹤盯着他的脚，1秒2秒3秒。苏月瑶看着脸色通红的许明鹤，捂着鼻子跑了出去。他好像看到了一抹红色。下一秒，苏月瑶直接笑出了声。好可爱的许明鹤呀！苏月瑶笑得眼泪都要出来了。没想到啊，许明鹤这么纯情呢。七主，许明鹤一副要哭的神情，弯腰看着苏月瑶。来吧，洗脚水到了，我要换衣服睡觉了。七主，我还没有给你洗脚呢，我刚刚只是……我自己洗过了，而且我可不想再看到明鹤流鼻血了。七主，我再帮你洗洗。不用了，我洗过了。七主，就联系我一次好不好？我不要七主讨厌我。七主，我不是不要你，宁政威，那个都是守着我们的人，我们要是发生了什么，我不好意思。七主不好意思啊？为什么不好意思呀？你之前在驿站客栈和公羊、新色君他们都在一起了，我们不是也守着吗？他说什么？他之前和其他人那个，他们都听见了。去到一处院落，这是庄子最好的房间了，在下得知已经提前换了干净的被褥，望女君不要嫌弃。多谢公子，我们前来避雨，你能提供我们临时休息的房间已经很好了。青山男子没有想到苏月瑶会给他道谢，他还是第一次听到女子会主动给男子道谢的。这名女子身边的郎君一个个气质非凡，个个俊美无瑕，她想来是哪家的世家女？她应该不是康州府人士，毕竟康州府和下面的县城没有他们阮家不知道的事情，那她就是附近其他府城人士了。离康州府最近的就是新州府或者林州府，再往西北走就是离凤都不远了。他前几日因为一些事情躲到了庄子里，这处庄子他从未招待过外客，属于他自己的地方。
今早下人说有一群人想要进来避雨，他想都没有想就直接拒绝。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那名粉衣男子能避开桩子上的护卫，直接进入他的书房。粉衣男子简单说了他的妻主在马车里，必须要进来躲雨，他们可以出银钱，不然他要是不同意就要对他动手。想到刚刚粉衣男子的气势，他都有种不同意就要死的感觉，杀气很重的。为了小命啊，他连想都没想就同意了。那个时候他心里很是好奇，这么有气势的男子会嫁给什么样的妻主。此时见过他妻主的时候，他好像明白了，女子长相清纯不俗，又知书达理，这样的女子很是少见。妻主冷不冷？可有淋到？我不冷的，也没有淋着，是你们淋着了才对。赶紧都去换身干净的衣服，别生病了。青山男子没有想到苏月瑶会如此关心自己的郎君。各位郎君请跟在下来，庄子里有干净的衣裳，郎君们可以先换上。星辰，你们都先换衣衫去，别冻着了。策军，你们先去换衣衫吧，这里我守着妻主。好，妻主这里你先照顾着。郎君，我这庄子当初修建的时候就盖了这一个院子，也就7、8间房子，女君住的是最好的房间，在旁边有几个偏房，平常都是放些杂物，还有你找我的那间是我的书房。我们等雨停了就走，看这天气，我们今晚要在这里住下了。这里是5000两银子，算是报酬。我之前并不知道你们避雨中有女子，所以才不让你们进庄子。这银钱算了吧，郎君觉得我是缺钱的主吗？星辰看了眼青山男子，你是康州府阮家的二公子阮文瑞吧？阮家之前本是小的家族，只是阮家曾有公子选秀进入宫中，进宫得了4、5年的恩宠，你们阮家才一飞冲天。只是红颜薄命，女皇感念，特意又提拔了你们。阮文瑞听到星辰的话，挑了挑眉。他今日的运气是真好，遇到大人物了，能短时间把他身份查出来的人物不简单呢。郎君既然能查到我的身份，更证明我不需要这些银钱了。我们是不想欠你什么，该你的拿着就是了。郎君要给我收着就是，不说说你们姓神名谁吗？这个不是你该问的，记住了，不该问的不问。我既然能查出来阮家，你要是乱说什么，整个阮家我都不放过。阮文瑞听着星辰如此大的语气，刚想再说什么的时候，下人走了过来说道：公子，衣衫和热水都准备好了。各位郎君走吧，你们的马车我已经安排下人牵到马房了。想来你们的行李都湿了些，这些衣裳都是我之前给自己准备的，新的没有穿过。看各位身形都和我差不多，各位先将就着穿着。可以，多谢。沐浴的房间在隔壁，你们要是要住下，我吩咐下人把偏房都收拾出来。那就收拾出来吧。阮公子，我们要是住下来，你打算住哪里？我妻主如今住的那间屋子，原是你的卧房吧？我晚上宿在书房，不会打扰女君的。那就好，我妻主喜静，你没事可以不出现。这位郎君，你现在在我的庄子上吧？你是怕我出现后对你造成威胁？他还是第一次见这么自负的郎君，一点面子都不给，甚至是无法无天了。哼，你还不够格。你看看我们几人，你比我们哪个强了？你……阮文瑞被星辰气得说不出话来，这人的态度是真的让人讨厌。算了，为了他的小命，他还是离他远一点。星辰没有再和他说什么，他直接进了屋子，他要赶紧收拾好，好去到妻主的身边。就一个许明鹤在，他不是很放心。还有，这阮文瑞看他周身气度，一看就是个有心思的，句句试探，就这聪明劲儿，给点提示，他就能猜出妻主的身份。妻主如今有孕，大意不得。更何况殿下他们还在庄子不远处，还需要安排人去看看。这场雨下的是猝不及防，很多的事情都被打乱了。他如今对主屋的女君很感兴趣，他到底是什么人呢？刚刚的郎君们都是以粉色衣衫的郎君为主，称呼他为侧君。这样有气势的郎君甘愿当个侧君？还有其他郎君想来身份比他低，他们虽说一句话都没有说，但是个个气度不凡，他几乎可以断定他们都是世家公子出身。这女子到底是有什么魅力，让这么多优秀的男子甘愿嫁给她，还不要主君的位分呢？即使是弑君也愿意。那名粉衣男子身上的气势，一股上位者，身上的杀气
想来是个江湖中人，真有意思。一个江湖中人进来女子的后院，竟然比世家大族公子的身份高，这女子怎么做到的？好久没有遇到这么让人感兴趣的事情了。而屋里的苏月瑶缓过来时，感觉自己很饿。一旁的许明鹤站在他的身边，不敢乱动。昨晚他不顾妻主的意愿和妻主在一起，妻主会不会大发雷霆啊？他还是好怕呀。今日他都忐忑了一个上午了。妻主，先别吃，这里我们不熟悉，万一有毒怎么办？我有些饿了，怎么办？我安排人去给妻主。这时天一站在外面，对着苏月瑶说：女君，这是属下去庄子上的厨房亲自下了一碗汤面，您先吃着。好，可以，赶紧端进来吧。天一，你简直是及时雨。天一，你是到了庄子就去厨房准备的吗？属下驾车到庄子的时候，策军想着路上太过颠簸，你会吃不下东西，就让我先去厨房给您做了些吃食。就是时间短，属下没有做些其他的，只做了简单的面条。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确实是饿了，这面条很好吃，谢谢你，回头让星辰奖赏你。女君客气了，这是属下分内之事，门外有其他的暗卫守着，属下先去厨房准备午膳了。好。苏月瑶慢慢的吃着面，感觉自己浑身热热的，心里想着星辰总是那么妥帖呀，还能提前知道自己的需求，简直是居家必备安全小能手。要是没有他跟着，这一路上想来不会有这么舒坦。在廊下听到屋里对话的阮文瑞抬脚想要往屋门口去，被黑衣人拦着不让进，他顿时脸色有些裂痕，有一瞬间他都觉得这里不是他的庄子，而是他们的，住着他的主屋，用着他的偏房，之后连厨房也是他们的了，屋外还把着门。我来见一下女君，不能见吗？属下的主子交代过，陌生公子不能单独见女君。但是你们在我的庄子上。这个嘛，请公子去和属下的主子说吧。苏月瑶吃完面条，听到外面的声音，走到门口，看着暗卫拦着的男子，这青衫男子过来干什么呢？女君，有什么事情吗？女君，在下是康州府袁家的二公子，只是想问下女君还有什么需要在下帮忙的吗？多谢公子好意，我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的郎君有需要了，他们会提的。苏月瑶说完，直接进了屋子，把门关上，留下了阮文瑞在风雨中凌乱。他长得不算差吧，他还是第一次见女子这么干脆利落的不想和他说话的。虽说他身边的郎君都和他不相上下的，但是这世间的女子不都是喜欢长得好看的男子吗？关上门的苏月瑶松了一口气，看着站在一旁低着头的许明鹤：你这是当门神呢，一句话也不说了。记住，我知道错了。直接砰的一下就跪了下来。苏月瑶被吓了一跳，但是稳住没有去扶他，而是坐到了刚刚他坐的椅子上看着他。昨晚的事情他还不知道该怎么说呢，但是看着架势他还没有说什么呢。许明鹤先崩溃了，吓吓他也好，免得接下来赶路了他再往那方面来。妻主，我是错了，但是我不后悔，我真的只想成为妻主的人，妻主要是想出气，怎么罚我都成。那你说说，你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罚你？朝廷法规违背女子意愿，杖20。妻主如今在路上，能不能等我们到家了我再受罚？这么狠的吗？他还是以为就是抄个难得之类的。妻主要是不想等，我可以直接受罚的，这庄子里应该有杖刑的板子。我没有要打你的意思，20杖我得把你打伤了吗？本身你就是我的弑君，我们怎样也是。你起来吧。妻主，你原谅我了。没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还不赶紧起来，跪着像什么样子啊？妻主，你真好。我才不好呢，接下来的几天晚上不准你陪我了。妻主，如今因为许明鹤、孙一白、普安、南风他们要是不碰，想来他们也是不安的。妻主，你在想什么？没有想什么，还不是你。算了，顺其自然吧。你最近这几天晚上都不准你陪我。屋子外不远处站的阮文瑞并没有离开，隐约能听见屋里的对话。他心里对苏月瑶更好奇了些，他的弑君违背他的意愿，他连罚都没有罚，真是对郎君如此好的吗？
这外面守着的黑人个个都是练家子，他虽然能打过他们，但是那名粉衣男子还有屋里陪着他的男子武功都是不差的，应该说这女子身边的郎君武功都算不错，他背后守着他的暗卫武功也都是高手。这女子到底是什么人呢？星辰他们此时已经换好了衣服走了过来，看到站在此处的阮文瑞。阮公子站在此处是要干什么？我来问问女君还需要什么。下人已经准备午膳了，各位有什么忌口的没有？我们的人会自己去厨房准备，就不需要阮公子了。厨房准备好食材就可以。阮公子还是速速离开的好，等明日雨停了，我们就立马离开，想来不会再和阮公子有交集。星辰说完直接进去了，也不管阮文瑞什么表情。阮文瑞脸上笑容直接僵了，他感觉今日心口一团的火，要气死他了。公羊若约看着眼前的阮文瑞也没有任何的波澜，妻主不愿再去是他们沾光才对，他们要把一切能掐灭的桃花都给他掐了，妻主以后多点时间陪他们多好啊。其他人也只对着阮文瑞点了点头就进了屋子。当屋子中的苏月瑶看到走进门的星辰时，她的眼睛就瞬间亮了起来，这还是她第一次见到星辰身着如此浅淡颜色的衣衫呢。星辰，你这么穿好好看啊。妻主喜欢我穿成这样类型的衣裳，我回去让人准备。都可以，你穿什么我都喜欢。妻主，我们你看不到吗？就看到侧君一人了。你们也很好看呀。那我们也回去让人准备。那倒不至于，你们之前的衣衫也是很好看的，不用为了我改变什么，你们其他的喜好更不用为了我去改变。众人没有想到苏月瑶会这么说，他们以为在后院取悦妻主，顺着妻主的喜欢是最基本的，连在屋外的阮文瑞听到都愣住了。你们这什么表情啊？星辰，这雨还要下多久？妻主，这雨今日想来是不会停了。那他们在外面可怎么办？我已经派人去查看了，妻主安心就是。那廊下的阮公子是这庄子的主人吗？他是康州府阮家的二公子，这处庄子是他的。阮家是康州府大的世家，这处庄子佃农不出意外就有上百人，土地更多。星辰，你这么短的时间就查到了？这一路上要是没有星辰，他能不能顺利的回去都是一回事情。昨晚知道这里有处庄子，顺手让人查了，只是没有想到今早会有场大雨，差点让妻主淋了雨。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最近辛苦你了，下面可以让公羊他们帮帮你。我会安排他们的，等出了康州府地界，再赶路，路上就好走许多，有很多建在官道上的驿站，妻主不用驻营帐了，我都可以，你们也没有委屈我。星辰，他一直站在那里干什么？刚刚我已经简单的说明情况，让他有事情了找你们的。妻主不用管他，你还是避开他些，他未婚，也没有定下婚约。我已经避着他了，放心，我没有想过要再娶新人的想法。但我们知道妻主没有这想法，但是我们怕他们往妻主身上贴。你们这话说的，说不定人家并没有看上我呢，咱们还是不要想太多了。小心一点也无妨。你们看着安排吧，我们也就在这里住上一晚，明晚就走了。屋外的阮文瑞看着苏月瑶进了屋子后，也转身离开了。他如今即使好奇，也没有办法接近他。妻主，你先里午睡会儿，让南风和一白陪着你，我和公羊、明鹤去看看殿下他们。好，你们去吧，注意安全。等苏月瑶再次醒来的时候，外面天色已经有些黑了。妻主醒了吗？什么时辰了？外面天都黑了吗？有13刻了，想来因为下雨的缘故，天黑的早了些。星辰他们回来了没有？殿下他们在外面找到落脚的地方吗？侧君他们已经回来了，和南风在旁边的偏房中。殿下他们的事情我并不清楚，我一直守着妻主呢。我一会儿问问他，外面的雨停了吗？刚停下没多久。妻主有没有不舒服？没有不舒服，晚上我突然有些想要吃辣一点的菜，这里可以做吗？想来是可以的，我吩咐天一他们。好。殿下他们已经找到一个山洞，距离庄子不远，他们都没有事，要老跟着，妻主放心吧。那就好，没事就好。我怕他们土的万一再淋了雨，会生病不舒服。其实妻主猜得很准，他们找到山洞的时候，殿下几人几乎都淋透了，马车里都是湿漉漉的，他们吐了这几天，身子已经很虚弱，
而且都有些发热。药老更是着急的让普安熬药给他们换衣服。他们碰头的时候，三人憔悴的不成样子。这吐的威力，他总感觉比当初他和主君都要严重。刚开始还以为妻主怀的是男孩，所以比他们严重。但是药老说了，男子的反应越大，怀女孩的几率是越大的。所以妻主肚子里十有八九是3个女孩，不然不会吐得这么严重。吐得严重，也许还和他们对妻主的感情深厚有关，也许是因为妻主肚子里孩子多导致的，具体的原因不明。他得知妻主肚子里怀了3个孩子这个消息，心已经想要跳出来了。等到生产那天，这凤都的天要变成什么样子？他今日有一瞬间都想要找个地方把妻主藏起来，这要是生出来了，妻主就有5个女儿。什么概念？整个大陆都不一定有这情况啊！唉，一个太能生的妻主，他都有些招架不住了。这要怎么护？他不怕人扑过来，他怕他们不要命的扑过来。他好心累，觉得双女已经很吓人了，要是再来个3女，这日子呀！他如今倒是真的希望妻主肚子里是男子。欣然，你怎么了？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你们的脸色都不太好。妻主，你肚子里面有可能是3个女孩。哦，3个女孩就……什么？这还没有把脉的，怎么就确定了？殿下他们3个吐得很惨，比当时我和主君都要严重。药老说了，男子反应越大，女子肚子里的孩子就越有可能是女孩。这只是说有可能，说不定就不准了呢。咱们祈祷祈祷。妻主，我们会护好你，至少在妻主没有生下孩子前，还有些清静日子。公羊，妻主回凤都后有孕消息传出去，你还想要清静日子呢？女子一般1年生1胎，之后就会最少相隔1年才会再次有孕。妻主刚生下孩子还不到3个月吧？众人听到后顿时沉默了。在他们看来，妻主怀了3个女孩，已经比任何事情都震惊了。妻主，你的肚子简直太厉害了，要不到时候生的时候去许家吧，许家的地盘没人敢轻易闯。妻主不一定去你们许家，我们公羊家垄断了凤都西边的庄子田地，妻主去也很安全。妻主，要不我们回孙家？边关离凤都远，孙家在东边关，无人敢惹的。去许家合适，公羊家也不差。你们2个不考虑我去哪儿？妻主去赤沙阁生也行，就是煞气有点重。妻主去凤羽卫也行，煞气也有些重。去你们那儿当然不行，妻主生的是小女君，怎么去煞气重的地方？不行，不可以去。你们不用再说了，我就在凤都生，他们还能怎么着了我？这次他们要是再敢要求我做什么，来一个杀一个。到时候我生了5个女君，可是真的成为了祥瑞了，国家的功臣，看谁还敢来找我麻烦。哼！妻主倒不必喊打喊杀，我们顶着就是了。如今走一步算一步吧，现在最重要的是咱们早日回到凤都，不要让我被人给掳走了。女君，袁公子求见。不见。女君，袁公子说有重要的事情和您说，而且他叫你苏女君。星辰，你告诉他我的身份了？当然没有。没想到这阮二公子这么快就把妻主的信息查到了。妻主走，我倒要看看他要干什么。那好吧。房门打开，苏月瑶站在门口，看着廊下的阮文瑞问道：“阮公子有事吗？”苏女君安好，晚膳在下已经准备好了，不知苏女君和各位郎君可否赏脸？我们的人自己准备了，就不和阮公子一起用膳了。苏女君这次出使东离国，后院陪着您的应该是大皇子殿下才对。女君还娶了东离国摄政王之子为侧君，现在2国百联和平条约得了虚成，那位侧君好像也不在。还有，你不用说这么多，你可以直接说出你的目的。苏女君如今身子不便，还是先用膳为好。星辰一个闪身，手直接掐住了他的脖子。侧君，我没有恶意，只是见到苏女君本人，激动的想要合作，所以侧君没必要杀了我。阮家如今再不济也是康州府较大的世家，侧君要是真的杀了我，你们是有能力对付阮家，但是也要耽搁时间不是？星辰，放手。阮公子诚心相邀，我们岂有不应之理？他感觉此时他的脾气非常非常的不好，这阮公子越看越不顺眼。
刚刚他想躲的，只是这么快的速度，他躲不开呀。苏女君，我们先用膳，一会儿再说事情。苏月瑶全程什么都没有说，就埋头吃饭。这辣菜其实做的挺好吃的，很多菜炖的味道都很好。这还是他赶路这几天吃的最丰盛的一餐了。众人用膳过后，苏女君，在下想代表阮家和您合作您接下来推广的政务，包括生意、后期种植粮食等。我为什么要和你们阮家合作呢？而且这口头上的想法多不牢靠，关键是你怎么知道我手里有其他粮食作物的？阮家其实是有在凤都开铺子的，只是铺子比较少，一般凤都的大小事情掌柜都会传信过来。苏女君的身份我也是从之前收到关于你的传信分析才猜出来的。苏女君如果后期想要改革，或者将来推大殿下的孩子登上皇位，阮家也会鼎力相助。阮家愿意每年将阮家的产业的1半收入赠予你。阮公子的情报组织在凤都开得不错，这么久没有被其他势力发现，阮公子手段可以啊。策军，这是阮家这10几年经营的结果，我也刚接手2、3年而已。你给我你们产业的1半，条件呢？没有条件。如今阮家在朝堂没有得力的人，康州府知府也在疯狂地压榨我们，女皇的庇护也越来越少。苏女君只要成为我们的靠山，阮家也能保住。你们就不怕我收了银钱不给你们撑腰吗？再说了，我平白无故的收你们的礼，这不是收受贿赂吗？其实苏女君最好，最快捷的路就是我嫁给你，当个世君，你觉得如何？不如何，我不打算再去。只是挂名也不行，我不会跟着你去凤都，我会负责康州府下面县城的各种生意往来，而我本人没有特别喜欢的人，这样也不行吗？不行。阮文瑞听到苏月瑶语气坚定的拒绝娶她，心口有那么一瞬间的闷疼。他到底差到哪儿了？阮公子，你很好，但是我并不想再去。我很满意我后院的郎君们，我其实也并不需要你们阮家的钱财。将来即使我想要改革什么的，推广什么，只要是有利益的事情，你们会拒绝吗？先不说我将来给大殿下生下的孩子会不会成为女皇，如今我已经是太女太傅，太女殿下登基，我就是朝堂之首。虽说康州府远在凤都之外，但要是想动你们阮家的家业能受得住吗？我何必再去纳了你？名义上的更不行。阮公子，你扪心自问，你对我就没有一点的想法？像你这样的世家公子，以你本身淡然傲气的性子，也不会轻易的交出真心。我只是你突然觉得适合嫁的人而已。苏女君，在下并没有冒犯之意，只是想守住阮家。如果您不想娶我，我们可以只合作。记住，陈阁在康州府有些铺子，可以和阮府合作一些。陈阁的生意，阮公子应该知道。多谢策军。阮公子，阮府可有书肆铺子？有的，女君。改成7路书肆，以后每月我会派人送2幅画作过来，我在凤都所出的书籍策论也会送过来1份。7路书肆可是苏女君名下的，天下文人都爱去的地方。阮府以后经营这书肆，谁还敢惹？苏女君，这书肆的收入都给。既然是合作关系，5分吧，写好契书送过来即可。阮公子，你想要的合作我可以给你，算是感谢你提供我临时避雨的地方，所以不该想的不该说的，阮公子心里要有数才对。在下明白的，不会多说。阮家也不会仗着苏女君的名号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苏月瑶感叹这人通透，起身直接离开膳食厅。今日真是一念之间呐！如果他要是用强硬的手段逼迫这位娶她，阮府怕是直接毁在他的手里。陈阁、嗜杀阁，真没有想到江湖势力数一的杀手组织势力在苏月瑶的手里。这样的人物，他如今手里的势力确实惹不起，但是好在他和他也有了合作，阮家最起码短时间可以松一口气了。现在合作的事少，但是将来谁又能说得准呢？我还以为妻主今天会同意阮公子的要求呢。哼，我为何要同意？来，先说说你们，当初谁说的只要进我的后院，老实的待在忘忧居的？妻主，我们只是……以前就不说了，但是今后即使我要再娶，也是我自己心甘情愿娶的。你们可别想要我再娶其他的人，知道了吗？
记住，我们知道了。本来我也没打算让你娶她，康州府离凤都太远，娶了没用。星辰，你这话说的，要是她有用了，你是不是就考虑让我接受她了？如果在凤都，一个既聪明又能护着妻主的人，他应该是不会拒绝。回答我，星辰。妻主说的没错，如果他在凤都能护住妻主，背后的势力愿意全力支持妻主，为了妻主的安全，我会想让妻主纳了他进后院。你们也这么想的？妻主，我们身为弑君，干涉不了你的决定。你们都退下吧，今晚我一个人休息。今晚轮到谁伺候妻主了？原本是普安，但是他在照顾殿下，往后排是孙世君。一白，你留下，明鹤、公羊，你们两个暗处守着，其他人都去休息吧。好的，侧君。房间里的苏月瑶静静地靠坐在床上，脑子有些放空。她刚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有些生气。也许他们是为了她的安全着想，想要她娶一些能护住她的郎君，但是她的意思呢？她的想法呢？其实也不是那么的重要。朝廷法规如此，要女子多多娶夫，只有郎君势力大了，她才会更加的安全。所以她应该去改变自己，顺应这里。她要是反抗太过了，就显得很矫情；她要是顺从，她的后院怕是塞都塞不下了。这么好的世界，被男子娇宠着，她应该知足才是，怎么就这么憋屈呢？苏月瑶的心第一次这么的烦躁，说不上来的烦躁。妻主，热水准备好了，您现在要沐浴吗？妻主心里要是不舒坦，可以拿我出气，别闷在心里伤了自己。一白，不觉得我无理取闹了吗？妻主没有无理取闹，我们想要妻主娶郎君，说是为了妻主的安全，但明知道妻主不想再娶，还劝妻主，本身就是错的。如果是这样护住您的安全，我们其实挺失败的。新策军自从殿下他们有孕以来，路上的大小事情都是他负责的，他压力很重。特别今日得知妻主肚子里孩子性别，他比任何人都怕护不住你。而且什么？新策军他心里应当也不好受，他对您的心我们都看在眼里，他只是怕他的势力有些纰漏，所以只要您身边多一份安全，他才会让您娶了我们，并不是他不在意妻主。苏月瑶没有想到孙一白会说这样的话，他一直以为孙一白不善言辞，他看人都没有看准过。为何是你留下？按照上次妻主说的顺序，应该是普世君的，他在外面照顾殿下，所以今日是我照顾妻主。一白不怕我把火发泄到你的身上吗？不怕，妻主如何对待一白，都是我该受的。你还没有和我在一起，如果现在恼了我要是以后不喜欢你了，或者不和你在一起了，你又该如何？要是如此，也是一白没有福分。如今我要做的，就是让妻主心情好一些。他在后院享受着他们对他的好，他要是心情不好了，对着他们发火，他们也要受着。这世间能肆意生活的人真的很少，人生哪有那么好过的？热水准备好了？已经准备好了，我来伺候妻主沐浴。一白，你的脸好红啊。妻主，今晚我可以吗？可以什么？我想和妻主在一起，可以吗？我要是不同意你怎么办？那我能搂着妻主睡吗？孙一白一副霜打了茄子似的蔫着说道。他就说孙一白是最听话的，最不会强制他什么的人。但是看着他这么可怜的样子，一个伸手把人拉了下来，直接亲了上去。昨晚他是不是闹的时间有点长啊？1个半时辰，还是看在妻主有些求饶的份上才结束的。但是他记得明鹤当时是2个时辰呢，而且他已经很亲了。阮文瑞今早一直等着苏月瑶，心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了，想要和他告个别。当他看到他的郎君抱着熟睡的他出了屋子时，他的心都碎了。星辰，你昨日并没有要求我娶她，我知道的，你只是怕没有护好我，你不用道歉。苏月瑶看着神情疲惫的星辰，昨天天黑的赶路，想来他们守着自己一整晚都没有睡的吧。而且一白说的话也让他释怀了，没什么可生气的。我没有生气，
我想清楚了，我昨日其实就是觉得你不在意我，所以才……七主想要我霸占你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星辰骨子里占有欲很高，他惹不得。七主，脸色怎么这么差呀？殿下那里可是出事了？没有，昨晚一直赶路，有些疲惫罢了。殿下他们都很好，就是身子有些弱，他们休息的地方也离我们不远。看到殿下他们的样子，他真的是无能为力。好在接下来的路比较好走一些，就是不知道他们三个要是回到了凤都还这么吐，怎么瞒得住啊？他的心里从知道妻主肚子里有可能是3个女娃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是七上八下的。那就好，赶路回去不只是他累，其他人也累的吧。有时候出门游玩看似很美，实际是真的很累。今晚还要扎营？今晚宿在驿站，刚天一说过了，策军已经到了驿站，安排妥当了。那就好，赶了2天1夜的路，在驿站歇一晚，七主也能缓过来。我们终究你和南风没有和七主在一起了，你们2个抓住机会。不急，七主这么劳累，以他的身子为主。你这么说也对，七主如今已经接纳我们，同房的事情你们2个自己看，在一起是早晚的事，但是还是在回去之前吧，这样其他人也安心。我心里有数，只是眼底的忧思很重，连公羊若愚都有所发觉，但他没有多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只要不伤害妻主，自己的事情没有人会去干预。关键是他要钱没钱，要房没房，甚至还要靠他救济，对他一点助力都没有。本来就只是想着靠他躲过陛下的赐婚，没想到相处中他会喜欢比他小的妻主。他们要是真的在一起了，凤都会不会有人嘲笑他？蒲安眼底带着一丝的落寞，这些他都不敢问出来。以前的他不管不顾，没想到有一天他也会怕，也会畏首畏尾。等苏月瑶睡醒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在驿站的房间了。七主醒了，正好可以用晚膳了。都这么晚了吗？其他人也都去休息了，殿下那边星策军也去安排了，七主不用担心。蒲安，我们还要几天才能回到凤都？我们已经走了1半多的路程了，很快就能到凤都了。女君，热水准备好了。他赶了2天的路，浑身确实是不舒服，泡泡澡确实是挺好的。就是一会儿是蒲安伺候的话，他倒是有一瞬间的不自在了。就是他今日身子有些疲惫，要和他在一起吗？有时候睡男人也是一种烦恼。接下来还有一个心思深沉的南风，这2人真的是最后的王炸呀！睡不睡他，貌似都有些放不开。七主是要我伺候你沐浴，还是我让公羊他们来？今晚不是你陪我吗？我怕七主面对我会不自在。是有点不自在，但是蒲安，你不是想要让我把你当成侍君一样看待吗？你想要成为我真正的侍君，伺候我沐浴更衣，不是你身为侍君应该做的吗？七主，我其实配不上你。凤都那么多的世家公子，甚至是你之前在庄子里遇到的阮公子，都比我强。庄子里的事情他们给你说了，那你应该高兴。当初我点头让你进了我的后院，而他我是直接拒绝了。此时的苏月瑶脱的衣服只剩下贴身的小衣和亵裤，直接进了浴桶里。温热的水包裹的一瞬间，苏月瑶感觉舒服极了，赶路的疲惫一瞬间消散了很多。他看着站在屏风旁低着头的蒲安，还是第一次见这么情绪低落的蒲安呢。蒲安，你这么不自信的样子倒是少见呢。七主，你肚子里有可能是3个女娃，而我只是一个御史，背后没有任何家族可靠，我配不上你，也护不了你。现在再说配不上我，护不了我，不晚吗？当初你进我后院的时候，你的背景我是清楚的，而你也说了，只是想要找个地方住，应对女皇的赐婚，你不想嫁给其他的人，而我也想要让你占一个侍君的名额，这样当时也可以少娶一个不相熟的男子。要是这么说来，当时我们确实是各取所需，只是这一路上，你先提出来让我把你当做真正的侍君看呢，怎么，先撩拨了我，现在又想反悔了？七主，我没有反悔，
没有反悔，不敢看我又是什么意思？七主，我没有，我只是没有护好你的手段。此时的普安很是低沉。没有？那你不过来伺候我沐浴？苏月瑶看向普安，发现他的耳朵很红，手有些微抖，神情很是专注，眼神几乎不敢乱看，只盯着他眼前的金布。他如今这样子，是知道他肚子里的孩子后害怕了，担忧了。等苏月瑶洗好了，就让普安站在了屏风外等着。七主，我只是觉得自己无用，以后护不住你。我不需要你护着，如今我的地位，他们也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暗地里的我们想办法避开就是了。七主，今晚你要和我在一起吗？那你想做我真的弑君吗？我的心意如何，你不会猜不出来，不然我早就把你撵出去了。你这……苏月瑶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普安抱了起来，往床榻而去。你……下一刻，普安的身子就压了过来，直接吻住了苏月瑶。但是普安带着一丝的急切，两人之间牙齿碰到了一起。苏月瑶捂着自己的嘴，发出了一声惊呼。她刚想说什么，就看到普安那双慌张的眸子以及他不知所措的样子，他直接笑出了声。没想到你……紧接着，他如同一只饥饿已久的猛兽一般，将自己炽热的双唇狠狠地压在了苏月瑶那娇艳欲滴的嘴唇之上。床铺摇曳，屋外隐约能听见女子的求饶声，连守在暗处的南风和宫阳若愚听的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七主刚刚不是还传出来笑声了？这普安会不会伤着七主了？普安有分寸，他从回来都带着沉思，想来和七主说开了，他不会胡来。也是，普安能做到巡查御史，女皇器重也不是一般人物，将来朝堂上必有一席之地，以后在朝堂上也能好好帮助七主。等回到京城，我们想法把普安的职位变更下，让他留在凤都吧。没想到凤羽卫使也打算徇私了。为了七主的事情，徇私又如何？普安的为官之道，朝堂上的暗潮涌动，有他在，我们都能放心。不然就他的经历、家世背景，主君、殿下侧君不会松口让他进七主的后院。朝堂上能帮助七主的人确实不多，都是一些倚老卖老的大臣。普安确实是最好的人选。我入朝可是靠的家族，而他靠的是自己。你们世家公子就好，有家族靠谱，像我和普安啊，都只能靠自己。普安背后的手段高着呢，不然他活不到现在。南风，你这话像是说我们什么都不是，就靠着家族呗，但我们就有的靠。这还骄傲上了。七主一会儿要用热水，让天一他们随时准备好，抬上来。我之前已经交代过了，清策军和一白还没有回来吗？还没有，后半夜应该会回来。这越来越离凤都近了，七主的安全可是不能出错一点。明天我去探查下，这边是有凤羽卫分隔，明鹤明早回来，你们几个看谁去照顾殿下他们。殿下他们那里也要护好行踪，一时干呕的男子，让人看见就能猜到是女子有孕。我知道了，明日按照顺序，该你陪着七主，晚上前要回来哦。我看情况吧，七主也不一定会和我在一起，我明日要是能回来，会早回来的。要是没有回来，你就直接陪着七主吧。南风说完就转身走了。宫阳若约看着离开了南风，笑了笑，还是害怕七主不愿意和他在一起，逃避呢。七主认证他是心机深沉的人物，倒是说得很对。这南风几乎猜得分毫不差，办事能力上、指挥调度上，简直是一把好手。好在这样的人不是他们的敌人。等苏月瑶再次醒来的时候，人已经又在马车上了。他的身子一动，顿时感觉腰部有些酸疼。普安呢？他要宰了他，都求饶了让他轻点，还是横冲直撞的。他简直就没有收手，他不就是笑了他吗？就敢这么折腾他。七主，你终于醒了，你2天没有见我，想不想我？苏月瑶看了眼马车上的许明鹤和孙一白。七主，你不想我吗？我好想好想你的。谁说的？年纪大了会疼人呢，简直就是个饿狼，恨不得撕碎了他。七主，你为何不和我说话？你不能得到我了就不要不理我呀。明鹤，我刚睡醒，脑子是反应有些慢的，不是故意不理你，
还有，下次不准这么说话了。什么叫我得到你了就不要你不理你了？这话怎么听着怎么觉得他像是要把人睡了，提上裤子不认人了一样。他还没有那么渣吧？七主，我以后不说了。乖。殿下他们那边怎么样了？许明鹤听到苏月瑶的问话，神情一僵，这要不要说实话呢？今早碰到了公羊，公羊特意交代不用告诉妻主太细了，怕妻主担忧影响肚子里的孩子。但他29父亲不是说了不能隐瞒妻主，妻主要知道事情的过程和结果。但他21父亲也说过，要和妻主后院的郎君好好的相处，说他懂得不多，要多学习，多听他们的。好像哪个父亲还说过，后院要一切都听妻主的，但是要让妻主忧患，伤着身子了怎么办？他好难呢。明鹤，你想什么呢？殿下他们身子有问题？七主，殿下他们那叫一个……苏月瑶直接扭头看向孙一白，孙一白挤眉弄眼的神情被苏月瑶看得清清楚楚。来说说，殿下他们到底怎么了？要是敢隐瞒，我饶不了你们两个。他就说今日他去照顾殿下他们的吧，让公羊和明鹤守着妻主的。公羊却非觉得他自己去合适，他肯定知道明鹤是个什么性子，才不和他一起陪着妻主。